那太好了，东家。那我能不能告个假，回去告诉我嫂子这个好消息？去吧去吧，珊瑚，你快锯出一副的数量来，正好让翠兰捎回去。得嘞。谢谢珊瑚哥。没事。赵青山家离黑风寨挺远。哟，翠兰回来了。我说翠兰，别急着走啊，说会儿话。你年前回来看你哥嫂，听说还打了酒带了肉，今天回来又给你哥带啥好东西啦？婶，没带什么东西，我还有点急事，就不同你说话了。呸！小贱丫头，有啥了不起的？什么宝贝东西还不叫人看？保不齐是哪个野男人给的。哎，秦氏，过来。哎，秦氏，快说说，翠兰又往家里拿啥了？哎呦，谁知道拿的啥好东西啊？宝贝着呢，碰都不让碰。也不知道在外面干了啥，见天买东西往回送。年前他就回来，说是在外面做工赚的。我看这做工是假，在外面和人勾三搭四才是真的。就赵青山他们家，这往年穷的掉点儿，今年这年过得宽裕。我那天去借东西，看见他家炖肉呢，大块大块的肉，这桌上还有点心，都不舍得让我尝一口。估摸着呀，是翠兰补贴给他哥的。我说秦氏啊，你们要是没分家，说不定也能跟着沾光的。切，勾三搭四骗来的钱，就算送给我，我也不花。翠兰到家时，不过，翠兰回来了，顶着日头回来，肯定渴坏了。进屋喝口水，刚提的井水凉快着呢。翠兰，你拿这些木块回来干什么呀？嫂子，这可不是普通木块，这可是咱们家的宝贝。我们东家说了，把木块磨得四面光滑，2个就给1文钱。这里有140个木头，你要是一天磨完，就是70文。真有这好事？一天70文，一月下来就是……这1个月呀，就是2100文。乖乖，嫂子，我们东家还说了，一天需要5个这么多呢。你若是做不过来，可以问问你娘家或者村里有没有闲着的女人。你磨好了，就让我哥送一趟，顺便把下次要磨的带回来，也省得东家来回跑。就是。哎，嫂子，我回来就是告诉你这个事儿的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现在去游玩的人特别多，大家全都跟着忙呢，做饭的人手不够。那赶紧回去，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多，你也用心干活，别惜力气。我知道的，嫂子。送完钱就回去，一点都不多待，瞧不上咱这地方呀？关你屁事！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货！哎呦，这做啥呢？还放了猪油，真香啊！是婶子呀，我当是谁呢？进屋坐吧。我刚看翠兰回来，就是背的这个包裹。我问她拿了啥好东西，她还不舍得给我看，不就是一些小木块吗？哎呦，有啥好宝贝的？烧火我都嫌小。婶子，给小孩子玩的玩意儿。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虽然咱们疏于走动，可毕竟是亲人。我家清河呢，今年16了，到了说亲的年纪。女方家呀，要3两银子的聘礼。兴东成亲时，把我和你叔的银子都掏空了，哪儿还拿得出来呀？你家青山怎么说也是清河的堂哥，不能眼看着他娶不上婆娘吧？婶子听说你们手头有银子，我也不多借，就借3两。婶子，我和青山哪儿有银子呀？你骗谁呢？有钱买肉熬油，没钱借给我？别说我们手头没有，就是有，我也不借给你。婶子爱上哪儿闹，上哪儿闹去。哟，青山回来了呀！我要是不回来，还不知道我婶子会趁我不在家，如此强硬地管我家借钱呢。哪有的事儿，我这是来借，要是没有啊，婶子就先走了。10夜，大牛，我今天碰上翠兰了。碰上他咋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少和他掺和，他让人给休回家，名声差着呢。要是搅和在一起，没姑娘敢往咱家嫁。翠兰现在可牛气了，自己能赚钱，还能补贴她哥嫂。她今天背着一个包裹回来的，后来我在赵青山家看到了，包裹里装着大小一样的木块，我拿起一个来看看，没想到李氏啊宝贝的紧，赶紧过来抢，那木块肯定有问题。
你打我！以后少去招惹赵青山，他小子下手没个轻重，当年差点没把我打死，都闹到官府了。这小子一口咬定我是偷粮食的，他打小偷没错，他啥事没有，我挨打丢了半条命不说，还被当官的劈头盖脸骂一顿。我告诉你，没事别去惹赵青山，要不然我还打你。知道了。哥，你来了。没耽误你吧？没耽误，我已经学会了。东家呢？走吧哥，我带你过去，也正好能看看小峰。东家这会儿正抱着小峰呢。东家。哦，是青山兄弟，快进来进来。哥，你和东家有事说，我先抱着孩子。东家，您看磨得成吗？我家婆娘第一次磨，也没经验，要是不行，我带回去，让她重新再弄一次。磨成这样也太行了。翠兰，去叫谢先生给你哥结账，顺便叫一下山虎，让他再锯出10副的量。你哥2天上山送一次就行，省得见天的跑，浪费腿脚。哥，你在这等吧，我继续学写字。兄弟，你叫啥名啊？哦，我叫山虎，大名姓刘。哥，你管我叫山虎就行。事儿都没成，你叫啥哥啊？谁是你哥？你继续锯啊，咱俩边锯边聊。等他到家时，2个小家伙已经睡着了。你快别动了，再把孩子吵醒，我自己去外面洗洗就行。青山，东家说磨得怎么样？东家说你做的特别好，直接把铜板给结了。你说说，70个，这是你自己亲手赚的，高兴吧？这高兴事儿，你咋还要哭呢？东家这次让我带回来10份的量，我2天去送一次就行。你要是忙不过来，找你娘家人和村里女人过来帮忙。李氏娘家并不远，就在隔壁村。是真的吗？磨140块小木头就能赚70文？我能磨，外加你2个嫂嫂，我们一天就能赚200多文钱呢。哎呦，这本以为啊，你小姑子被休回家，你们日子会难过。依现在看呐，你小姑子是咱们家的贵人，你以后对你小姑子好一点的。知道了，娘。你们是想带回家做，还是去我那边做呀？拿回来吧，也不耽误看孩子和做饭。你那个东家不是说一天要5份吗？咱们才4个人，要不我替你找找旁人。娘，我们村的赵大娘对我很关照，以前青山去隔壁县做活，她帮衬我不少，所以我想算她一个，也算我还一个人情。那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老大家的，你跟着去一趟，把东西背回来。晚上让老二家的给送回去，1人1趟，1碗水端平。行，娘，就这么定了。行啊，娘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一日，秦氏终于按耐不住内心好奇。谁呀？青山媳妇儿，是我，你婶子，有事儿找你唠嗑。哎呀，我一个当婶子的，到侄子家串门，总不能不让我进吧？赵老婆子，你不在家干活，反倒来我侄子家干活，你儿子媳妇儿听了心里咋想啊？我去哪干活，还轮不到我儿子和儿媳管。这倒是有些人呐，当了婆婆那是1分的活都不干，见天的说3道4，搬弄是非，嘴巴宽的跟棉裤腰似的。切，就一些破木块，还宝贝的不让人看。哎呦，都来人的，快点来人的，秦氏在打人了。我来青山家串门，秦氏就赶我走，说我是来打秋风的，说赵青山家的东西就活该是他的，我不走他就推搡我，还打我。哎呦喂，分明是你拿扫把打我，你个老逼货，我可没动你1根手指头。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，我老赵婆子跟他爹娘是一个辈分的人儿，他敢对我说这样的话，他还有啥不敢的？你们给我等着！这换我年轻的时候，像秦氏这样的，我能撕烂他的嘴。以后你就听我的，要是青山和我都不在，你就别给那秦氏开门，我看他就没憋个好屁的。赵大娘，我知道了，今天多亏了你，否则他不知道得闹成啥样呢。不提他了，咱们继续磨。荷花，今天娘不去田里送饭，你去。娘交代你个事儿，一会儿你出了门，先别着急去田里，你在路上转几圈，遇到赵婆子的孙女梅香，你就和她同路去送饭。你和她打听打听，她乃天天在青山家忙啥呢？
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你必须得给我打听出来，否则呀，你以后的晚饭就别吃了。梅香，我也要去送饭，咱俩一起提你的篮子。梅香，你这绢花真好看。这是我奶托人在县城给我新买回来的，我也是第一次戴。你奶对你可真好。啊，对了，我天天看你奶去我堂哥赵青山家，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吗？梅香想起奶奶的话，奶奶说她去赵青山家磨木块的事儿，千万别和别人说。我也不知道。好梅香，又不是啥秘密，有啥不能说的呀？上次你出门碰到二赖子，他堵着你不让你走，要不是我拿石头把他打走，你名声都毁了。咱俩关系这样好，你就告诉我呗。今天我奶和你娘在青山哥家门口吵起来了，我要是告诉你，你保准会告诉你娘的。我不说。梅香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我都救了你，你有事情还瞒着我。我和我婆婆又不是一样的人，你告诉我，我保证不告诉我婆婆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就把二赖子缠着你的事告诉别人去，看谁还敢上门跟你说亲。你能保证不把二赖子缠上我的事说出去？我保证。你若是把秘密告诉我，我还不守信用，就让老天打雷把我劈死。我奶去青山哥家里磨木块，磨2个就给1文钱。我奶这2天都是去他家磨木块赚钱去了。在家磨木块就给钱，那我也能磨呀。青山哥找我奶磨，我奶才能赚到这个钱。你想磨，你跟我说什么呀？你找青山哥去啊。荷花心中泛酸，若非婆婆前世非要知道老赵婆子的秘密，她也不至于和梅香闹翻。梅香家里舍得给她做衣服，两人身量相当，每次她回娘家都会偷偷和梅香借衣服穿回去撑门面。今天过后，怕是梅香再也不会借给她了。问到了吗？娘，赵大娘去青山哥家是干活的，磨木块，磨2个给1文钱。啥？磨2个1文钱？就那么小个木块，我一天就能磨它几百个，那不就是几百文钱？哎呦，这该死的赵青山啊！对了，还有那个李氏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明明我才是他们的亲人，有钱不让我们赚，就让别人赚。晚饭时，你这娘们儿到底吃不吃啊？不吃给我滚下桌去！娘，从我们回来到现在，你一直长吁短叹的，你到底有啥事儿啊？你这样闹得我都吃不好，烦死了。哎呀，还不是赵青山。最近我看他和李氏神神秘秘的，就多关注了点儿。李氏娘家人每天早上背1篓木块走，晚上送回来。老赵婆子也常在赵青山家不走。我好奇就打听了一下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他们在磨木块，磨2个给1文钱，不用男人下手，女人在家就把活给干了。我看数量啊，他们一天能磨好几百个，那就是几百文钱呐。要论亲戚远近，大牛，你可是赵青山的亲叔叔，你和他爹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有这样的好事儿，他不想着咱们，竟然照顾李氏的娘家人和老赵婆子。哎呀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青东和清河都长大了，算上你，咱们家3个男人呢。走，咱们上赵青山家讨个说法去。要是他不把这个活给咱们，看我不撕破李氏的脸皮。不过你们3个得挡着点赵青山呐。这样，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。谁呀？我赵大牛。青山，你叔来了。今天你婶上门闹了一通，晚上他就登门，肯定是因为磨木块的事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去开门。青山啊，你可还记恨叔叔？想当年叔也是糊涂，不过你打也打了，我也受到了教训。咱们说到底还是一家人，身上流着相同的血，你还真打算一辈子不跟我来往了？叔，你别拐弯抹角，有啥事直说，我忙着呢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叔也明说，听说你家正在经营磨木块的生意，女人闲着在家就能干，你婶子和荷花都闲在家里，你有这活就让出一点给他们干，叔也不多张口，你每天给他们送400个木块就行。叔，我家人少庙小，攀不上赵家的高枝儿。现在想起来我们是亲人了，你闹分家，把我们一家4口赶出门时，你总不想呢？你使唤爷爷奶帮你干活，榨干他们的棺材本又轰出来时，你总不想呢？你去我田里抢收粮食时，你怎么还不想？现在有便宜占，你就想了？我给你一分面子，叫你一声叔，不给面子，你就是赵大牛。
你这个赵家败类，不孝子孙！我就是不孝子孙，你拿我怎么着？青山，别气，气大伤身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们还想趴在我身上吸血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他欺负咱。咋样啊？赵青山怎么说呀？说个屁呀！他个不孝子孙王八蛋，连我的面子都不给。哎呀，赵家怎么就生出他这么个孽畜？啥？给他脸他还不愿意？清东清河，抄家伙！他不让咱赚钱，咱也别让他好过。都给我回来！爹，不收拾他，我心中难掩恶气。不用与他争辩，他不过是找到个赚钱的门路。这门路既然他用的，咱们也用的。等他送东西时，悄悄跟着。商人图利，只要咱的价格比赵青山低，就能从他手里把活抢过来，直接断他后路。看他还牛气个什么劲儿！后半夜怎么样啊？找到了吗？当然啊，我腿脚可是出了名的快。赵青山出了城走10来里，然后钻进树林上山了。我悄悄从后面绕过去，远远看到山头上有灯火，看那灯火连成一片，应该是住着好些人呢。没多会儿，赵青山就下山了，他手里拎着个钱袋子，一直扔着玩。我听到钱袋里全是哗哗的铜板声，没少赚呢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家都睡下吧，明天还要下地干活。明儿一早，我和荷花多做点东西，你们带到地里去吃。我带着荷花去商谈，中午啊，怕是赶不回来做饭。第2日一早，娘，你今天可真好看。哎呀，别急，等我死了，还不都是你们的呀？走，咱们出门吧，早点谈好，早点给他们带好消息回来。娘，咱们走得急，眼看快到了，要不在前面歇歇脚，喝口茶？喝茶？你那是喝茶的命吗？等到了地方，我给你要口凉水解渴。还没赚到钱呢，就想着花钱，一点不会过日子。小哥，麻烦问一下，这山上是不是有人住啊？从哪儿能上山呢？的确有人住，沿着这条路上山就行。敢问这位婶子，上山所谓何事啊？卖你的茶，你管我上山干啥呢？我操，这女人真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啊！刚才问路的时候满脸堆笑，现在问清了路，说话就这么不客气啊！哎呀，瞧你没出息的样，好像我们赵家苛待了你似的。你等着，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！哎，跟去看看，看他俩是干啥的。客人可是来游玩的？不是来玩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谁啊？找你们大掌柜，你快去叫。他在黑风寨多多少少也是个小组组长。找我们大掌柜干啥呀？哼，你一个伺候人的下人，管那么多干啥呀？让你去叫你就去叫。啥玩意儿？伺候的下人？咱是黑风寨正儿八经的导游桃叔，我们当下人的替人跑腿都有赏钱，要不你赏我一些？啥？你还要钱？不要钱，我陪你玩呢。老六叔，你在哪呢？东家要找你。翠兰，你不是说找大掌柜？你怎么还认识翠兰？难怪你哥能揽到这么好的活儿，原来是你在中间牵线搭桥啊！不过今天我来了，你的算盘可要落空了。我出的低价，一准儿把磨木块的生意抢到手。大掌柜，哪位是大掌柜呀？你找我？你是大掌柜？东家，他是我们村的，是为了磨木块的生意来的。别看热闹了，都忙起来。大掌柜，我有事和你商量，能不能进一步说话呀？用给他面子吗？东家，你不怪我，我为啥要怪你啊？事情交给你嫂子，就是你嫂子做主，你嫂子没分给他做，自有你嫂子的道理。你只说用不用留面子，东家给你做主。不用的。掌柜，进一步说话。不见。哎呀，掌柜，我知道您经营木块生意，翠兰他哥赵青山揽了这个活计，那么小的木块，磨2个就是1文钱，这也太贵了。您把这个生意交给我，我保证干好，磨3个给我1文钱就行。谁磨不是磨呀，还给你省银子呢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就喜欢用贵的，谁让咱有钱呢？来人，送送客人，记好他俩的长相，以后一律拦在山脚下，不让上山。走吧，还等我把你扔出去啊？荷花，咱们走。像这样的地方，就算请老娘来，老娘也不来了。今天事办的怎么样？哎呀，翠兰那个小贱人就在山上干活，她不知道在掌柜的跟前嚼了什么舌根，连话都没让我说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那掌柜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还他钱多就喜欢贵的。哎呀，我呸！就他哭的那一天。嫂子，山上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荷花把所见所闻一五一十说了。
就一个山头就能吸引那么多富人，咱们后面的山头多了，咋没见富人来玩啊？肯定是山头上有什么秘密，这秘密定是与木块有关。那好办，咱们也去玩一次不就结了？娘，你给我拿银子，我去玩一次。等我摸清了，我就把后山弄出来，让富人都上咱们这儿来玩，把他的生意全抢走，让他们张狂。啥？你还想给他们送银子？清河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娘，这就是你眼界小了吧？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。等我摸清他们的套路，我就在后山也弄一个一模一样的，让你也当个大掌柜，天天收富人的银子。放屁！你当富人都是傻子？爹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就那个木块，随便磨一磨就能赚那么多银子，成品更赚钱。破木头不是满山遍野都是吗？这钱你舍得不赚吗？实在不行，我就再出手一次。你忘了以前别人抓住是怎么打你的？更何况那山上那么许多人，真被发现呐，都能把你打废了。那山四面也没围起来，山也不是他的，我从旁边绕进去，就看看他们拿那个木块干啥用。若是被发现了，我就说我是无意间走进来的，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清河说的有道理，山那么大，无意间闯进去有何不可？因为走错路就挨打受骂，这天下还有王法吗？沈桃也没闲着，他把翠兰叫进房间，仔仔细细地了解了赵大牛一家。没想到天下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没遇到就算了，遇到我，他们就自认倒霉吧。对了，翠兰，你说他们家小儿子喜欢偷盗是吧？那咱们就做个套，他若是改过自新，那自然无事；若是改不了，那他也别怨天尤人。第二日，嘿嘿，这麻将实在是有趣的紧，你就卖我一副吧。客人，不是我不卖给你，实在是全卖光了呀。再卖的话，我招待客人就不够了。山虎，你那里还有多久能钓完啊？鲁奇说，我这实在忙不过来，你看我正紧赶慢赶的钓着呢。客人，您听见了吧？我们实在忙不过来，不过您既然开口了，我也不能不应。要不这副麻将我5两银子卖给你，后面的游客我就不带他们体验了。嘿嘿，5两行，就5两，我要了。赵清河整个人都麻了，就这木块随便雕几个花就值5两，那他家还垂涎什么磨木块生意啊？他们后山的木头多了去了，自己做麻将出去卖呗。里面的桌上摊放着一副麻将，他闪身进入了茅草屋，敞开衣怀，将麻将全数塞进去。清河，怎么样啊？看到了吗？哎呀，清河，你到底打听到了没有啊？瞧见没，娘，我出手你放心。嘿，你个兔崽子，就说去看看，怎么把东西还带回来了？这要是被人追到家里，人赃并获，腿都给你打断呐！我今天上山根本就没人理我，我拿了这东西一直注意身后，根本也没人追来。就算他们发现丢了东西，那山头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谁知道是谁拿的？更不可能追到家里。哎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清河呀，这东西到底是干啥用的呀？娘，您不知道这是一种游戏，4个人玩的，山头上的客人抢着要买。哎，你猜，就我带回来这些木块值多少钱？照我看，不当吃不当喝，一文不值。娘，你眼界太窄了，富人的心思能和咱们一样吗？我亲眼看见他们买5两银子一副，5两银子呀，买你面前这些木块。啥？5两银子？你是说咱们把这些卖了就能卖5两？哎，娘，这可不能卖。我今天看见人家雕了，可简单了。咱们去买锯子，买雕刻用的东西，再买些颜料回来照着做，做出来一副就是5两。娘，你要发达了，以后咱们家就卖这个，能赚一大笔银子。到时候咱们盖上3间大瓦房，买上些地，再买2个奴仆给你使唤。嘿，你就是咱们村人人羡慕的女人。娘，还等啥呢？咱们赶紧商议一下，小事晚了，有别人做这个活还有咱啥事儿啊？清河，你说的对，咱们不会木匠活，特别简单，我站那儿看都看会了。爹，你放心，不过就是买锯子，锯成大小相同的木块，磨好好刻花，有啥难的？就算是你做出来了，你上哪儿找人买啊？富人家也不是那么好登门的，更何况咱们都不会玩，卖给人家更有难度。这简单，荷花和娘不是说了吗？山脚下有很多卖货的，我就去山脚下卖，从山上下来的都是富人，也玩过麻将，这不正好吗？咱家还有多少银子？年前买了1亩地，花了10两，现在还有8两零136文，
明日你跟清河去县城买工具还有颜料。大牛，木匠用的工具可贵着呢，一套下去，刨子、锯子、凿子，少说要3两银子呢。要不咱找人借着使使？咱村连个木匠都没有，上哪儿借去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卖出一副麻将，咱就回本了。耗费了7、8天，才做出2副不伦不类的麻将。哎，客人，和山上一样的麻将需要吗？你手里有麻将？有，保证和山上的一模一样。尚可，卖多少银钱？5两。5两？山上卖5两就罢了，你在山下摆摊还卖5两，便宜些。哎，客人您瞧，这东西做起来属实费力，我手上全是伤口，这5两真是我的辛苦钱，赚不到多少的。5两就5两吧。哎，今日手气真好，翻了1倍，嘿嘿。进来玩2把，手气好能翻倍。可没过多久就输了个精光。清河，麻将呢？卖出去了吗？卖了多少银子呀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卖出去了，卖了10两。银子呢？快点拿出来给娘瞧瞧，我儿真是出息。银子，你满眼都是银子，你就不能关心一下你儿子吗？清河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今日我卖了2副麻将，赚了10两银子，没想到有过路人看我赚银子，一路尾随我，到没人的地方，他们2个人一起上手，把我银子抢了不说，还打了我一顿。哎呦喂，是哪个挨千刀的？竟然光天化日抢劫！走，清河，咱们去报官。哎娘，报什么官呢？那条路2边都通着州府，来往过路人都没进城，上哪儿找去？更何况到了县衙，人家问我银子怎么来的，我怎么说？莫非说咱们卖麻将得来的，到时候全天下都知道卖麻将赚钱，他们全都挤破头去卖，咱们就没生意了。哎呦喂，让娘看看伤到哪儿没有啊？哎，没事，就是身上有点疼。哎，娘，你别管我了，快去做饭吧。我得再雕2副麻将，明天拿去卖。清河、清东，明天你们2个一起去卖麻将，省得有人眼红来抢。爹，我们2个都去，地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。对啊，爹，我最近没去地里，本来就耽误了地里的活，若是明天哥也和我一起去，你就更辛苦了。那怕什么？明天我在家做饭，让荷花跟你爹下地干活。娘，这怎么能行？虽说地里的活累，可家里的活也不轻巧啊，又要收拾家里，又要洗衣服做饭，我怕您吃不消。哎呀，还是清河关心娘。不过没关系的，早饭荷花做了再下地，晚饭和其他的活等他回来再干。娘就做中午1顿饭送到地，累不着的。荷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她在家做些活就罢了，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听说过儿媳妇和公公单独下地干活的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他们赵家要不要脸她不知道，反正她荷花的脸面是不用要了。娘，这不好吧？我不去。怎么和娘说话呢？想当年我当媳妇儿的时候，婆婆说1不2，现在年头变了，当媳妇儿随意就敢给婆婆甩脸子，倒退几10年呐，这样的媳妇儿都得被打死。给你几分脸，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娘，你也不去看看？看什么看呢？男人打女人天经地义。记住啊，以后你娶媳妇儿，媳妇儿要是不听话，忤逆婆婆，就该打，要不然她还以为到了婆家能翻身当主人呢。哎，知道了，娘，以后我娶的媳妇儿保证孝敬您，要是不孝敬，我打的她爹娘都不认识。哎呀，还是我清河孝顺。娘，不好了，荷花都流血了。急什么急呀？西屋有晒干的止血草药，你弄碎了和点水敷上就行。不是，娘，是下面流血了，流了好多血。什么？哎呦喂，你说你呀，怎么往肚子上打呀？8成是怀了娃让你给打掉了。哎呦，造孽呀！这要是生出来，这可是我们赵家的长子长孙呐！你可真没用，不过打2下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。青东，快把他扶到床上躺着，再去弄碗热水。娘，要不要给荷花请个郎中啊？请什么请啊？你说你打人专往脸上打什么？这会儿请了郎中，明天村里就传开了，说你赵青东对怀娃的媳妇儿下手，给他打小产了。
我们老赵家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谁还敢给清河说媳妇儿啊？青东，坐下。娘，我看荷花好像不舒服，饭都没吃几口，我去看看。看什么看呢？村里娘们儿小产的多的是，人家都没事儿，就她矫情。我今天够给她脸了，让她躺了一天，做晚饭的时候才喊她起来。现在她摆个脸子，你就赶紧凑上去，以后你得被她捏得死死的。清河呀，今天2副麻将怎么才卖出去5两啊？哎，今天客人难缠，一直讲价，2副卖出5两，我都磨破了嘴皮了。娘，你当生意那么好做呀？5两也行，总算是回本了，再往下就是赚的。清河做得很好。哎，谢谢爹夸奖，我明天继续去卖，赚大钱给你盖房子。隔日，你们这俩谁卖麻将啊？卖麻将的在那儿蹲着呢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就是你在山脚下卖麻将。您是要买麻将吗？你们怎么打人啊？打你都是轻的，你害我家老爷丢了多大的脸啊！他兴致勃勃叫人来家里打麻将，打开一看，丢的难看也就罢了，还根本就不是一副完整的牌，害得我家老爷被人嘲笑。我告诉你，你赶紧把银子给我还回来，否则我就揪着你上公堂，说你卖假货。求求你们别打了，我赔钱。不过钱不在我身上，要不你们和我回家去取。娘，昨天赚的5两银子呢，快拿出来。清河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娘，你快拿钱赔给他们，等他们走了我再跟你细说。老赵家小子犯了啥事啊？哼，敢卖假货给我们老爷，简直活腻了。你小子在外面给我惹什么祸了？等，娘，你放开我，我全和你说。咱们被身上的人给坑了，我拿回来的麻将根本不是完整的，被打乱了。啥？他们竟敢坑咱？走，去找他们算账。娘，咋算账啊？那麻将又不是我买的，是偷的，找到他们，说不定他们反告我偷东西。哎呦喂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先是被人坑，然后被人抢，好不容易到手5两银子，还被人要回去了。我还花了5两银子买工具呢，家底儿都糟光了，我这日子可咋过呀？哎，娘，你别哭了，大不了从今天开始不卖了，工具还新着呢，收拾卖出去，这也没赔啥。你再哭，旁人就该看笑话了。荷花，你又跑到哪儿偷懒去了？我们老赵家可不养闲人，赶紧给我滚起来干活！沈涛就在山脚立了块牌子，卖假麻将的家住小河村。又过了2日，兄弟，你看这上面写着呢，卖假货的人住在小河村，你们上那儿去找吧。兄弟们，走，去小河村找人。你到村里一打听，就知道是谁家了。哎，你们瞧，又有生人进村了，八成有热闹瞧，咱们快去看热闹。你们村谁卖家是卖假麻将的？麻将是啥呀？咱也不知道麻将是啥，但他不说了吗？卖假麻将，那不就是卖假货吗？那就是赵大牛他家。前2天不是来人说他家卖假货吗？哎，大姐，赵大牛家在哪儿？方便指个路吗？那院墙旁长了大树的就是赵大牛家。不过你们可不行说是大姐给指的路啊。哎，放心吧，大姐，我们记你的好，不会说出去的。兄弟们，谢过大姐，咱们走。是赵大牛家吗？把门给我打开。嘘，别出声。乔哥，院里好像没人呢。呸！这时候男人们都下地，家里肯定有女人在，不开门是吧？兄弟们，把门给我踹开！荷花，你问问他们，他们是来干啥的？兄弟们，去旁边叫2个人过来看看，咱可没动这娘们儿一下，是她自己倒下去的。老人家，咱们都是好人，在他们家买了假货，上门来讨个说法。我们这还没开口呢，这娘们儿就自己倒下去了，我们可一根手指头都没动，您给做个见证。秦氏，这荷花咋烫成这样啊？你呀你，荷花变成这样，你还让她用凉水洗衣服，你这不是糟蹋人吗？快把你们家男人喊回来。小孩，过来。小孩，你知道这是谁家吗？知道，是赵大伯家。那你知道赵大伯上哪儿去了吗？知道啊，去地里干活了。你能帮叔把赵大伯喊回来吗？要是你能给他喊回来，叔这颗糖就给你吃。叔，
我这就去喊，你可不行骗人啊！就是他在山脚下拦住老爷的马车，老爷才买了麻将的。不是我，光听话事，你们就冲到我家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要是敢动我第一根手指头，我和你们拼了！你要是说王法，咱们就讲王法。兄弟们，这小子卖假货骗人，咱们这就把他送到大堂上去，让县老爷给咱们做主，再去2个腿脚快的兄弟去山脚下请证人，证明是这小子在山脚下卖假货。按照我大越皇朝律法，卖假货者杖20，返还3倍购买银两。我们老爷出了5两银子，那你们准备好15两，跟我上堂去吧。哎呦喂，不行啊，我家清河不能上堂，这20板子下去，不得去了半条命啊！我们家清河经不住打呀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快说句话呀！这位兄弟，我们卖了假货，那也是被人坑骗了呀。您能不能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一次？我们家真没那么多银子，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日？银子一定还给您。老头，你看我长得像做慈善的吗？兄弟们，给我搜！有银子拿银子，没有银子拿值钱的东西顶，何以不上堂？15两必须给我赔够了。乔哥，找到个匣子，我听里面是银子的声音。哎，乔哥，这木匠工具还挺新的，值2个钱。乔哥，这儿还有个银簪，你还嫌事不够大？凑不够钱，清河就要上堂，回头钱也要赔，清河也得被打去半条命。若不是你一直惦记人家磨木块的生意，能惹出这么多的乱子吗？败家娘们儿！好你个赵大牛，出了事儿就怪到我身上，当时你不是也同意的吗？兄弟们，行了，姓赵的，我拿了你家1根银簪，3两多银子，另外还有一套木匠工具，算起来也就10两左右。这样吧，剩下的我也懒得追究，今天不过是给你一个教训，你要是再出去行骗，就别怪我们下狠手了。赵家还没收拾好呢，又一伙人找上门，只把赵清河和赵清东按住，往死里打了一顿。没发现银子，没银子就拿粮食，包括马上要种到地里的种子、锅碗瓢盆、农具，全拿走了。哎呦，造孽呀！你不是说第2天出去2副麻将才卖了5两银子吗？为何他们全都上门说麻将是你5两银子卖出去的？银子呢？你到底把银子弄到哪儿去了？我那天拿了银子，路过赌坊正好有个人出门，他手里的银子翻番了，我想着他行我肯定也行，就进去试了试，没想到全输了。这么说根本没人抢你银子，是让你给输了。那是10多两银子呀，你怎么敢呀？赵家兵荒马乱，殊不知荷花的娘家人登门了。我家荷花呢？你们来干啥呀？姐，你咋了？你咋这么烫啊？都病成这个样了，就没请个郎中瞧瞧？桃花，你咋来了？姐，若不是有人传信说你快病死了，我们都不知道你的情况，你也不知道少卿和家里说到底发生了啥事儿了。你和我说，我和几个妹子都带男人来了，我们给你做主。赵青东他不是人，他被他娘挑拨几句，就动手打我，把我打小岔了。他们为了自家名声着想，不肯给我请郎中，还让我干活。这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少卿东，你不是人！我姐都怀了你的娃，你还对她下狠手！哎呦喂，犯了天了，还敢跟我们动手？等你们走后，看我怎么收拾荷花！天杀的，我这好好的一个女儿嫁过来，也被他们折磨成这个样子。姐，你还想和赵青东过吗？你要是还想过，我这就让人再打他一顿，把他打老实了，他就不敢对你动手了。你要是不想和他过，咱这就写上和离书，我带你回家。爹不会同意的，要是我回家，爹娘被人说闲话不说，弟弟以后的亲事也难。哼，娘不怕人说闲话，爹他岁数大了，咱们也不是小时候那样任他打骂。他要是反对，我就让我男人揍他一顿。至于弟弟，他才8岁呢，等他议亲的时候，你早就找到好人家嫁过去了。你只说你想不想离开赵家，其他你不用管。姐，你能走路吗？我扶你下地。鲜花、梨花，给姐收拾东西，咱们回家。好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回家了。杏花，你家男人不是会写字吗？去村里打听打听，谁家有笔墨纸砚，借来用用。赶紧写好和离书，赶紧回家。咱想和村家，谁家有笔墨纸砚？荷花他妹子啊，这是咋了呀？哼，带我姐回家。我看谁敢写。
合理个屁！这是我们小河村，你当是在你们家呢？想合理就合理，谁敢带走荷花，我今天和他没完！今天这和离书写定了，你们赵家人有本事就上，看我怕不怕？哎呦喂，反了天了呀！有人来咱们小河村抢人了！哎呦，你们都瞎了吗？没看到有人来我家抢媳妇儿吗？今天要是让他们把荷花领走，明天别人就有样学样上门抢媳妇儿，咱小河村的日子还过不过了呀？这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呀？要是一吵架娘家就来领人，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。荷花娘，平日里我看荷花和青东两口子过得挺好，不过就是发生了一点小矛盾，不至于闹到和离的地步吧？不如让青东给荷花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吧。青东，你就给荷花赔个礼。哼，你们知道赵青东对我姐做了啥吗？你们就出来帮腔做事。你们瞧瞧我姐的手，你们都睁大眼睛好好瞧瞧，你们的媳妇儿、你们的老娘、你们的姐妹，谁的手被搓磨成这样了？我姐嫁过来还不到2年，就2年呢，就把我姐折磨成这样，干活也就算了，我姐怀了娃，赵青东竟然还对她下手，把她打到小产，小产后还不给请郎中，我姐到现在都还发着高烧，站都站不住。就这样，秦氏和赵青东还没有放过她，让她伺候一家老小，让她用冷水洗衣服。就在刚刚，我姐还晕倒了。你们再看看秦氏，半老徐娘，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那手比小姑娘的还嫩。谁家的婆婆会这么苛待儿媳？我们是嫁人，不是卖身到赵家做奴隶。说是我娘家今天不来人，我姐说不定就被他们折磨死了。今天必须和离，我得带我姐回家。若是你们拦着，我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今天从我尸身上踏过去，但凡我留一口气，我就要到处去张扬你们小河村搓磨儿媳。我看谁还敢把姑娘嫁到你们小河村来！你们小河村的爷们儿就等着打光棍吧！你们别走啊！你们给我回来！秦氏，你做的太过火了，我们也帮不了你啊。哼，想和离也行啊。当初娶荷花，我们家可是掏了3两的聘礼的。你把3两聘礼拿回来，我们就签，否则没门。你要聘礼？我姐好好的嫁到你们家，和赵青东过了快2年，现在你想把聘礼全数拿回去？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我可是听说你家赵清河卖假货被人追上门了，你若是非要这3两聘礼也行，我们这就去县衙告状，只要了结了你们家卖假货的事儿，3两银子我们如数奉上。你非要把事情闹这么大？我不过就是打了你2下，你就闹着要和离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走出我家大门，也没有旁人敢要你。不过就打我2下，赵青东，你说这话你亏心不亏心？你用板凳砸在我身上，把板凳的腿都砸断了，你的拳头一下下的打在我的脸上身上，这叫打我2下？我嫁过来这么多年，把你伺候的服服帖帖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你就要打我2下？难道就因为我拒绝单独和公公下地干活？但凡好人家，家里有2个儿子，婆婆还在世，谁会让儿媳妇和公公单独下地？你们赵家不要脸，我荷花还要。青东，签，赶紧签。爹，签。青东，听爹话，签。你好好一个大小伙子，离了他荷花，难不成能打一辈子光棍啊？荷花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把和离书撕了，我还认你。和离书，跨出这道门，再想回来，那得看我赵青东要不要。呵，我耍什么横？又不是我让你打媳妇儿的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没，我啥都没说。大牛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吗？咱们家的银子、工具、良种都让人抢走了，荷花也和青东和离了。你们先收拾吧，我去一趟赵青山家。爹，你去他家干啥？要不是他不肯把磨木块的事交给咱们家，咱家也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？你现在上门不是送热闹给他看吗？闭嘴！眼看就要播种，种子都被人抢走了，不去借银子买种，咱们拿什么种地啊？都饿死在家里吗？赵家闹得这么大，村里早就传遍了。哼，该恶人自有天收。青山啊，以前是说对不起你们一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全都是叔的不对。说，你这又是玩的什么套路啊？我都看不懂了呢。
不过你这一跪，我可受不起，我怕折寿。青山，你要是不原谅叔就长跪不起。青山呐，你叔都给你跪下了，不管啥仇啥怨，也该了结了吧？哎呀，对呀，青山，你叔一把年纪，刚在家还挨了打，现在又给你跪下。哎呀，你快让他起来吧，他身体吃不消的。我让他跪了，他自己要跪的。你们谁看不过眼，谁把他领回家去。叔，你别磨磨蹭蹭，有啥事你就说吧。青山，清河他做错事，被人寻上门了，家里的东西都被抢走了。求求你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借我点银子，我买点良种，没良种下地，我们一家人都得饿死呀。青山呐，你要是有银子，你就借给你叔呗。你看他一把岁数了，哎，怪可怜的。啥？叔，你一家人怕饿死？青山，你要是有银子，你就借给他吧。你叔太可怜了。你有你咋不借啊？想当年把我爹娘空手赶出门，你咋不怕我爹我娘饿死啊？我爹娘不在了，他抢收我的粮食，就不怕我和我妹子饿死啊？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的，就借钱给他，想管我赵青山去？哼，就俩字，没有。哎呦呦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家里还有活等着我干呢。先走了啊！等等我也有活要干。青山兄弟，刚才我全都看到了，你做得很好。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心狠手辣，连自家亲戚都不帮衬。翠兰呸了一声，把赵大牛一家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就这，赵大牛还有脸登门管我借钱？哥，在整治坏人这方面，你可远远不及我们东家。我们东家都没出手，这家人都把自己作死了，只是可惜了荷花。这本来挺好一姑娘，竟然被情势搓磨成这个样子。东家，你今天来是不是麻将不好卖了？若是这样，我们就不磨了。这阵子托您的福，我家也没少进银钱。那倒不是，我单纯就是来看热闹的。山上太过无聊，有热闹看，我自然得来瞧瞧。沈桃踩着耕好的土地走到田中。东家来了。东家，这马我们可好生伺候着，怎么样？比之前更壮了些吧？东家你不知道，牛拐子自己不吃饭，把那饼子掰碎了喂马吃呢。东家，我已经留出了一垄地，就等着你带着种子过来了。他打开背篓，拿出地瓜、土豆、玉米、小麦的种子。东家，这是啥？能吃吗？这个叫玉米的我明白，一粒粒的种的。不过这土豆和地瓜，这怎么种啊？这土豆和地瓜只要切成数个小块，裹满草木灰，种到地上就可以。它的果实就是根，炖煮后软烂香甜，十分美味。到时候结的多了，我送给你们一些尝一尝。草木灰也是很好的肥料，若是家里有，可以积攒下来，施到地里。啥？草木灰还能种地？我家婆娘都用来洗衣服、洗碗筷、垫猪圈了。你们想想山上的树，一年年落叶，下雨后叶片腐烂，就化为养料，滋养那一片大地。草木灰也是同样的原理。你们若是不信，可以先施在我的种子上，若是有成效，你们再往地里追加也不迟。若是草木灰真有用，那可就太好了。门口遇到几个伙计打扮的人，快来瞧瞧，快来看看，城东新建的游玩之地明翠柳山庄，比城外山水更佳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城东新建翠柳山庄是游玩胜地。他这和咱一模一样，这不是公开抢生意吗？贵人可是要去城外的山上玩，我和你说，城外虽好，但是远不及我们这里的风景。他们那里看个景，一人要收1两银子，你还不如到我们这里玩，一人500文，还管饭，绝对不比那里差的。他都骑到咱脖子上拉屎了，我要与他们理论去。嘘，别急，问清地址，咱们也好去瞧瞧。这叫啥来着？知己知彼，更好下手。你心里有主意啦？没有。敢问小哥，你们建在哪里啊？您还记得去年城外的民生大赛吗？从那里再往东行1里路，就有专门的人接待。好，我今日出城有事，明日一早我定会去玩一趟的。平县一酒楼内，何老弟，恭喜恭喜呀！今日宴请各位，一是许久未见，叫大家来叙叙旧；二来我的翠柳山庄即将开业，若是不嫌，开业之际，请大家去凑个热闹。谢兄可是不满今日酒菜？酒菜甚好，
那谢兄为何不举杯啊？不想举就不举了。谢言，我今日好心宴请你，你倒给我甩脸啊！咱们同窗多年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哼，贺有章，多年未见，你竟丝毫不改。抄人东西你是抄上瘾了是吧？谢言，慎言！你若是不满，你大可离去，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？我本想着你现在过得不好，想请你到我手下当差，也好让你一家温饱度日，没想到你竟然不领情。好，谢言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你走出这道门去，能不能找到好的活？早晚有一天还是要求到我头上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对不住了，今日各位衣衫尽毁，全算在我头上，改日我定登门致歉。谢言，给我等着！弟弟不是在读书吗？你娘子不是秀功了得吗？我要让你手里的一切全都消失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山上没事吗？吃东西了吗？我去给你做一些。不用担心我，一个人吃2个人用。你饿不饿？我不饿，婆婆出门前还给我熬了鸡汤呢，让我补补。倒是你每次回来都很高兴，今天怎么愁眉不展的？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没事的，就是今天见到了贺有章。贺有章，就是每次都搅黄你活计的贺有章，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，还开了个和山上一样的游玩场所。我这次回家是想把你接到山上去住，你肚子日渐大了，我人又不在家，我怕你生产时顾及不上啊。那我上山不会影响你干活吧？你的新东家能允许吗？放心，东家是很好说话的人，我早就和他说过你怀着身子，他也提出让你上山养胎，我怕你不习惯，一直没提这事儿。我走了，爹娘和小叔在家能行吗？哎呀，他们都是那么大的人了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就担心你。好，我和你上山。山上什么都有，拿2件换洗衣物就行。晚饭时分，谢先生，你回来了，这个就是弟妹吧？我帮你们提行李。珊瑚，我问你，你对翠兰有没有心思？哎呀，这山上呀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男人。咱们翠兰还生得好看，我随便去问问旁人都不会推脱的。既然珊瑚你没意思，那就算了。头，你别走。哎，珊瑚，你打算啥时候成亲？我倒是愿意，就是不知翠兰愿不愿意啊。这种事莫非要我帮你去问？万一翠兰会错意，以为我对她有意思，那珊瑚哥你就别怪我横刀夺爱了。别，我自己去问。那就说定了，你尽快去说，我们黑风寨好久没办喜事了。东家，谢先生。东家，我把莲娘接上山了。谢先生，这是好事啊，你怎么愁眉不展的？莫非是莲娘身子不爽利？不是，不瞒东家说，我今天下山一趟，见到了昔日好友贺有章。贺有章开了个翠柳山庄，布局和咱们黑风寨一模一样。这个翠柳山庄就是今日咱们在城门口遇到的那个，没想到他背后的东家和谢先生是旧相识，把与贺有章的交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东家，我担心贺有章是冲着我来的，给山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这贺有章真不是个东西，你以前处处帮衬他，他不念旧情就罢了，怎么能处处堵你后路？谢先生，你无需自责，此事和你应该没有关系。平县不乏有钱之人，为何没人模仿我们黑风寨呢？不过是因为费心费力，还有季节性，不是长久之计。这贺有章想必是想做生意，又掏不出足够的银钱，这才想着模仿咱们赚一波快钱。他要是认为这银子这么好赚，那他可就错了，后面有他的苦头吃呢。谢先生，你无需多虑，明日我和冯明就去瞧瞧，挤不垮他翠柳山庄，我审字倒过来写。儿啊，在外面吃饭了吗？要是没吃，娘现在就给你做。吃了，和秋友在城中酒楼吃了些。吃了就好，吃了就好。娘，我这几天奔波甚是辛苦，回房睡一会儿，你不用叫我吃晚饭。儿啊，墨竹怀着身子，好几天都没见你，他担心你吃不下睡不好的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娘，哪家的女人不怀娃？怎么就她金贵？不用管她，我去睡了。少爷，我是红雨，来给您送羹来的。红雨，我的好红雨，这2天可想死我了，快让少爷亲亲。少爷，你别这样，少夫人会看见的。看见怎么了？她怀着身子又没法伺候我。红雨乖乖听话，少爷高兴了，把你娶进门做小，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第二天早上，客人，你们一共2个人，游玩的钱一共1两银，中午还包1餐饭。你们想文游啊，还是想野游啊？他妈开场白都不换换，2个都玩，2个都玩，你们2个人还要再加1两银。大叔，那你就领我们转转吧。看吧，这是池塘，池塘里养的鱼，你们可以捞着玩。老爷，来生意了，他们要捞鱼，用一次渔网2文钱，你们俩捞4文。嚯，
感情文游和野游的钱那是门票啊，进里面的消费得另算。半天玩下来，无论他走到哪儿，都有人争先恐后的接待，张嘴就是要赏钱。贺有章啊，贺有章，你雇佣的人欺上瞒下，背着你偷偷赚钱，你知道吗？若是不改善，你这翠柳山庄想和黑风寨争，简直是做梦。当天晚上，沈涛就把黑风寨的人聚集在一起，格外强调了不可以接受打赏，不能让客人落单，更不可以区别对待客人。文玩取消了已经在平县流传开的点茶，加入了狼人杀、扑克牌、插花等项目。野游又增加了骑马、山羊车，还有人力旋转木马。黑风寨和翠柳山庄的竞争就此开始。天儿挺好的，我想带家人出去游玩一番。城外有一处游玩地，城中有一处，去哪处好啊？当然是去城外，城里城外我都去过，城里那处无甚可玩。城外虽然稍贵，但后面都不需要花钱，游玩的项目也更多。上次带我儿去，我儿就喜欢山羊拉车，坐上瘾了，怎么拽都拽不走。嘿嘿，后来我干脆连羊带车买回了家，游玩结束还可以抽奖。我娘抽中了一个搓衣板，下人用了都说好。嘿嘿，我娘还要再买几个呢。贺有章着急了，他已经2月没还全通银号的银子了，若是这个月再不还，全通银号就要卖他家的房子。呀，你要是不给我们结工钱，我们就不干了。对，我们不干了。各位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我贺某从未想过不给大家发工钱，只是我也2月未还全通银号的银子，若是再不还，他们就要收走我的房子，变卖我的家产。到那时，我也没有心力再去经营翠柳山庄。数日不见，谢兄风采依旧啊！小家小业，自然不如贺兄风光无两。请问您是？我是来还银子的啊。请问您带了凭证吗？我看旁人进了第一道门，咱们怎么不进去啊？大额存银才去那个屋。就他谢岩还能存大额银两，肯定是他又找到了新活计。没关系，只要他把谢岩舞弊的事捅到新东家面前，他就再也没有资格进那间房了。贺公子，您已经2月未还银子了，2月未还，本次一共应还21两并300文。先生，我手里只有这么多，能不能先还这么多？下个月我保证把前面欠的一并还清，我用人格担保。你们别不信啊，我是城中新开的翠柳山庄的主人，专门接待贵客去游玩头2月只是尝试经营，所以钱没赚够。现在水暖山清，游客肯定越来越多。你们要是愿意，你们也来玩啊！我免费接待你们，相信我，就相信我这一次。这6两我们全通银号先收下了，筹划放在前面。若是你下个月还不能把头3个月的欠款还清，就别怪我们找牙人卖你的院子。谢先生和那位是旧相识，哼，他呀不熟，不过他可不是做生意的好料子。若是他从咱们银号借了银子，还是早做准备的好，以免鸡飞蛋打。好说好说，房契还抵押在这里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刚才那人干什么来的？禀何管事，他是来还银子的，连续2个月未还，本应还21两并几个铜板，结果只送来6两，还求咱们宽限几日，倒是把咱们和地下钱庄混为一谈了。把他房契找出来，送到牙行去，一旦3个月到期还不上，立刻通知牙行把房子挂出去。是。谢岩慢悠悠地在街上逛，他身后一直跟着个鬼鬼祟祟的人。谢志，你刚刚通过府试，再过3个月该去参加院试了。我知你学业繁忙，可你也该顾着点身子。哥给你买了些小食，你饿了就吃一些，晚上也早点歇下，千万别熬夜熬坏了眼睛。我和你嫂子在山上一切安好，无需挂怀。我这就回山上了，你替我给爹娘报个平安。哥，我知道了。哼，谢岩，这一辈子你都别想迈过我去，想靠着兄弟科考出头，你做梦。齐老二，有谢志在，你就是万年齐老二。小兄弟，请问你们书院是不是有一个叫谢志的？我早年的邻舍有个孩童正是叫谢志，谢家一门2兄弟，哥哥谢岩，弟弟谢志，可也都很不错。我刚听到谢志的名字，还以为听错了。你没听错，我们书院的确有个学子叫谢志，他的哥哥也正巧叫谢岩。可惜啊，可惜。可惜什么？想当年我与谢岩是同窗好友，谢岩是当时最有希望中举的，没料到他急功近利，
竟在3年1次的乡试上舞弊，不仅被剥夺了科考的资格，甚至连秀才之身都被剥夺了。现如今只能当个账房先生，潦倒度日。若是他能耐心一点，诚实一点，说不准早已出人头地。哎，算了，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我还有事儿。小兄弟，用功读书，我觉得你一定能行。夫子勃然大怒，直接把齐言的策论甩到他脸上。荒谬至极！裴银、柯蒂，还要嫁公主？齐言，我就是这么教你的。江山社稷怎么能系在女子裙带之上？夫子，我所作策论有何不妥？我整夜未睡，翻阅典籍，我朝至今但凡主和，皆是如此。我也不过是循前人脚步。前年大旱，去岁发洪水，我朝民不聊生，哪里有银钱再战？倒不如奉上军费，割让几成，嫁公主和亲止战，待百姓休养生息几年，再集结兵马，抢回丢失的城池。一字一句，皆为我大越皇朝着想，无有不妥。放屁！文人一身傲骨，宁可以单薄之躯冲锋陷阵，血染黄沙，也不能不战而退，将土地拱手让他人。夫子，你对我不满，处处苛责，不过是因为你喜欢谢志，偏爱谢志，所以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你可知他谢志的哥哥谢岩在考场舞弊，连秀才之身都被剥夺，有他哥哥在前做榜样，谢志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届时他效仿他兄长舞弊，那丢的可不只是你我的脸面，而是整个平县的脸面。那是他哥哥的事，与他有何干系？娘，我没事的。书院人太多，没几个月就要院试了，我想在家潜心读书。回家也好，好好温书吧。谢父知道从儿子嘴里问不出什么，干脆去了他就读的书院。嘿，怪我，都怪我呀！怎么能怪夫子呢？您对谢志的爱护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是我谢家对不住您呀。哎，院事在即，谢志有读书读不懂的地方，可以晚上来找我答疑解惑，你回去也多多开解他，切勿让他就此消沉下去。走到一处拐角，忽然闪过一道黑影，就直挺挺地倒下去。贺有章咧嘴一笑，他用力地在贺福身上踢了几脚，而后又挥着木棍在贺福头上补了几下。呸！老穷鬼，身上就带这么几个铜子儿。儿啊，你爹出去了许久也不见回来，要不你和娘出去找找。哎呦，这谁家的人呐，真可怜呐！天杀的盗匪，抢了钱财还要害人性命。有没有人认识他？赶紧去他家里告诉一声啊！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！叔，我现在走不开，劳烦您去一趟城外的游玩胜地，去通知下我哥，我嫂子也在山上，临盆在即，千万别让他知道，麻烦您了。谢家小子都邻里邻居的住着，谁家都需要有帮手的时候，不过就是跑个腿儿。你叔我别的能耐没有，跑腿还行。这铜板你收着，回头你爹你娘抓药用得到啊。对呀，不能要钱。你在家看护你爹娘，我去帮你请郎中。有没有人呢？谁啊？这山上可有一位叫谢岩的，他家出事了，他爹被凶徒打伤，全是血呀。听谢家小子说，他嫂子也在山上，他眼看临盆，这事儿能最好瞒着他，别让他动了胎气。麻烦您了，劳烦您在这儿等一下，我这就去叫谢岩。哎呀，这咋能要呢？您拿着，钱不多，一点心意。鲁琪去套马车，我们坐马车下山更快。这事儿先别和莲娘说，就说寨子有事，让谢岩去处理。这位夫人无大碍，就是急火攻心，我开一服药给她喝下，休养2日就能缓过来。只是这位哥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爹也不会半夜出门遇到坏人。系统检测到需要手术的目标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宿主是否选择救治。 A. 冷眼旁观不救治，不随意插手别人的事是美德，系统不强求。 B. 救治
救人性命是善举，手术成功可奖励宿主3点好运值。谢父脑部受到重击，大脑层面出血量达到了30毫升，需要开颅治疗。沈桃曾在多个科室实习过，唯独没去过脑外科。他虽然选择了救治，但内心根本没有胜算。沈桃点开抽奖页面，恭喜宿主获得梦中医生1名，下面还有详细的解释。系统内配置着全国最有名的各科室医生，抽选1名正在睡梦中的医生，就可以出现在系统中参与手术。睡醒后，医生会忘记手术经历，且系统中的时间对医生的现实生活来说只是一瞬。这个好运值也太牛波了吧！谢言，你信我吗？我能救治你爹。若是你信我，你就出门，把门路锁。我信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，谢言早就从黑风寨人口中知道了沈桃的丰功伟绩，比如用刀割冯明的肚子，割翠兰的肚子。黑风寨的人读书少，只当沈桃没弄出人命完全是运气。谢言饱读诗书，他当然知道这可不是运气，而是有高超的医术。手术很及时，也很成功，只要后续照料得当，谢父1-2天内就可苏醒。哥，里面怎么还没动静？爹会没事的吧？谢志，不要慌，我相信他。谢言，好了，哎，别进去，还要一阵子才能苏醒。你爹需要绝对静养，这几天我都守在这里，你们只在门口看一眼就行。怎么不让我进去看看你爹呀？娘，有高人在救治我爹，他医术高超，妙手回春，就算人的肚子剖开了，他也能把人救活。他脾气比较怪，救治时不喜有人在场。这几天他都在家里看护我爹，每天只让咱们远远的看一眼。您放心，我爹一定能好。1周过去，谢父能坐起来，意识清醒，身体机能也恢复得很好。好孩子，谢谢你。没关系，看着你好好的，我很高兴。你现在好多了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后面谢婶子会好好照顾您的。我来，我照顾爹。谢志，你好好问书，不用操心这些，交给我就行。哎呀，你们抢什么抢？我和你爹过了半辈子，伺候他这事儿还是我来。谢言，你跟沈姑娘回山上，莲娘有孕，你别让她担心了。谢志，你好好读书，你爹也醒了，现在没什么比你读书更重要，你别跟着过乱。要不要坐下聊聊？小伙子，心里有事吧？你若是信得过我，就和我说说。我这个人啊，嘴巴最严，绝对不会把听到的事告诉别人。沈姐姐，是我害了我爹，我在书院发生了一些事，读不下去了，就打算回家温书。我怕爹娘担心，没和他们说明情况。我爹为了我去了夫子家，深夜赶路，这才被坏人抓住空子。我若是一回家就和爹娘说明情况，就不会害爹变成这样。你哥曾经骄傲地对我说，夫子对你很好，你是最有希望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的人选。夫子器重你，你也爱戴夫子，不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离开书院，对吧？让我想想啊，莫非有人拿你哥考场舞弊的事情做文章，逼得你不得不离开书院？你担心这事儿会让父母揪心，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们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相信你哥，从日常就能看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怎么会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呢？小子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机会我给你创造，能不能掌握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沈姐姐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可是春心书院，我这样的门第根本就高攀不起。咱们快走吧，别让人把咱们赶走。来都来了，为何不尝试一二？万一竹柳先生就喜欢你这样的呢？劳烦小哥帮我通传一声，就说我是城外寨子的，姓沈，想拜见竹柳先生。您稍等，沈姐姐，咱们还是走吧，等也没用的。竹柳先生不可能见咱们。你个小姑娘，一天到晚就忙着赚钱，都不想着来看看我这把老骨头啊！走走走，自从你给我递过小纸条啊，我渐天研究算学，老夫擅长读书作对，于算学上着实不精。今日正好遇到一难题，你快来帮老夫算算。喏，就是这题。哎呀，可把老夫难住了，哪个狗东西出的题目啊？这是故意刁难人啊！有空数381盏灯，就没空把塔顶的灯一起数出来吗？他是闲得讨屁吃吗？
塔顶3盏灯。你就算出来了？小姑娘，你怎么算得这么快啊？老夫推算用了很久，是不是有什么窍门？你快讲给老夫听听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要我拜你为师，你才肯教我啊？没关系，拜师就拜师，3人行必有我师。你在算学上强于我，我拜你为师也是应当。莫老，这不是我研究出的算法，我也是在书中学到的。你要是想听，我讲给你就是，切勿行此大礼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小姑娘，这些你可懂？我不懂。不懂你还这么骄傲？小姑娘，有没有兴趣来春心书院当算学夫子啊？啥？当夫子？就我这样的？对，就你这样的。我可没时间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忙着赚钱呢。这样，10天上1次课，我春心书院派马车去山上接你，结束了再给你送回去，1个月给你1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莫老，你卑鄙呀！你竟然用银钱诱惑，让我内心的美好品德受到了冲击。你以为10两银子就能让我折腰？哼！第1堂课是啥时候啊？好吧，被超能力打败了。这是你的随从？不是，莫老，您考验考验他的学问，要是你看得过眼，就收在春心书院呗。哼，就知道你这个小妮子不会平白无故来看我这个老人家。不过来都来了，就拷问2句吧。他接连又拷问几句，谢志无一例外全都回答上了。小子不错，明日就来春心书院。哥，怎么了？哥没事，你去问书吧。哥，刚才沈姐姐带我去了春心书院，周六先生让我明日去春心书院读书。你做得很好，好好读书，别辜负了你沈姐姐。我知道了，哥，我一定会争气的。怎么了？我走之前你还挺高兴的呀。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。沈姑娘，求你劝劝谢言吧，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生事，连娘都快生了，这老头子病还没好，谢志还要科考的，这要是谢言出事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可怎么活呀？娘，婶儿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是贺有章打了我家老头子，用这个棍子打的。谢言不让我告诉你，我怕他私自去寻仇。贺有章啊，贺有章，你当你是霸总啊？只有霸总的世界里没有律法，而你的世界有。谢言，走吧，回山上，咱们可要好好经营一番，才能对得起贺有章啊。桃儿，你去哪儿了？好几天都没见到你。山上这几天没发生什么事儿吧？嗨，有我在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全能搞定。陆七叔，想必你也知道城里开了个游玩圣地，你派个机灵的人下山，替我查一查他们东家贺有章，一旦有情况，赶紧回来汇报。贺有章这几天倒是挺老实，每天守在翠柳山庄。东家，你好多天都没下山了吧？这里我们都能照料，要不你下山去看看爹娘？说的没错，我当真是好几天都没回家了，我这就回家看看，去就回。东家你慢走。儿啊，山庄怎么样啊？生意还好吗？你要是忙不过来，就让墨竹过去吧。墨竹从小跟着他爹，能写会算的，有他帮你管管账也是好的呀。娘，女人就好好在家里待着，别管男人的事儿。墨竹他人呢？我几日未回，也不见他过来瞧我。墨竹他晌午去外面逛了逛，他肚子大了，吃不消，这会儿睡下了。睡就睡吧，也省得在我耳旁聒噪。我累了啊，到偏房休息一下。你叫红雨给我打盆热水烫烫脚。山上条件不好，好几日都会泡脚，身上乏得厉害。哎呀，我的好红雨，你可想死我了！少爷，你别这样。红雨，别装了，咱也不是第一次，快和爷一起乐呵乐呵。爷刚才路过布庄，一眼就瞧见了这块花布，这要是做成衣裳穿在你身上，那还不迷死爷呀？讨厌，爷就哄我开心。有章，有章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你们真不要脸！贺有章，你怎么敢这样对我的？我跟你是结发夫妻，你以前在州府逛窑子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还把手伸到家里来？红雨，你也是个白眼狼！你进到贺家，我什么重活都舍不得你干，有时候还帮着你一起干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嚷什么嚷？一点小事非要闹得人尽皆知吗？是这贱婢勾引我，我也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是血！墨竹，你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红雨，快去请郎中。红雨只是贺家过来干活的，并不是卖身。
他着急找家人做主，逼贺有章娶她过门，哭哭啼啼的把哥哥叫回家。你呀你，早知道就不该让你去贺家，你心比天高，看不上村里的泥腿子，非要找个富贵人家做小。现在好了吧，人家不认账，白白搭进去一个黄花大姑娘。哥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还能怎么办呢？你要帮我做主。行了，你也别哭了，我去找你几个堂哥，带你去贺家讨个公道。你谁啊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今天来啊，是要和你谈笔买卖。刚才我在门口也听了个大概，令妹和贺家颇有渊源。你和贺家是一伙的，上门来当说客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贺家欺辱了我妹妹，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过去。贺家外表看着风光，实际早就没银子了。贺有章抵押房子，从全通银号借的银子，这才开启了翠柳山庄。可他不善经营，入不敷出，拖欠村民工钱不说，已经2个月未还全通银号的银子。3月不还，全通银号就要卖了他的房子。就算你妹妹嫁过去，也只会是当牛做马，伺候他一家老小。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大可以带人去贺家，给你妹妹讨公道。若是贺家把你妹子收作小，今天就当我没来过。若是他贺家不认账，我想请你妹妹帮我做件事儿，前提是你妹子要在贺家委屈几天。放心，绝对不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儿。事成，我还会给你妹妹50两银子，待她寻到良婿，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贺家已经乱作一团。我妹妹怀着身子，你却公然和家里的侍女勾搭在一起。你厮混的时候有没有把我们一家人放在眼里？若是我妹子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赔命！哥，真不是我的错，是那小贱人勾引我的，都是男人，你哪能理解我？贺有章，你放屁！明明就是你先来缠着我，是你说你要娶我做小，我才委身于你，你现在却全都推到我身上来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贺有章，墨竹还在生产，你要是敢把这个贱人娶进门，我让你贺家在平县消失。贺有章毁我妹子清白，他要是不娶红雨，我今天就把贺家砸了。你个贱人，要不是你爬床，根本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。滚，给我滚！是我对不起墨竹姐姐，她待我这样好，我却为了一己私欲，怪她幸福。我不是人，我被猪油蒙了心啊！我从未想过要取代姐姐，我只是想在她脚边侍奉。现在我知道，我跟贺家少爷没有可能，我也不敢瞎想，能不能让我留在贺家几天？墨竹姐姐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，就让我来报答她的恩德吧。一旦她恢复了，我马上卷铺盖走人。哼，你有那好心？我看你是想趁我们不在偷害我妹子吧？我从未想过要害她，刚刚她出事了，还是我第一个跑去喊郎中的，求求你们了。姐姐生产，家中只有老太太一人，她又要照顾小小姐，还要伺候墨竹姐姐坐月子，这根本就忙不过来。我绝对不会靠近墨竹姐姐，能每日洗刷孩子尿布，就心满意足了。问你家老太太吧，这说到底也是贺家的事儿。哎呀，造孽呀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等墨竹醒来，看他怎么说吧。恭喜恭喜，生了一位小公子。我贺家有后了，我贺家有后了。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他说了，绝对不会把红雨留在身边。红雨也知道错了，说对不起你，想给孩子洗洗尿巾，分担杂事，来报答你的恩德。找到贴心的嬷嬷替手，他马上就走。九章为了避嫌，也已经回山庄了，全看你的意思。你要是愿意，就留他2日；要是不愿意，我马上就赶他走。娘，我现在很累，没心情想这些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你不怕被人看见呢？怎么大白天的就找来了？你想方设法留在贺家，也不是真为了给人伺候月子。我早点来找你，你不是也早点解脱吗？你别乱来！别怕，你只需要找到贺有章一件宝蓝色的衣服，用木棍在他袖口上勾下一条丝线，确保丝线挂在木棍上，你就可以解脱了。事成之后，你把木棍给我，50两银子给你。你这木棍上还带着血呢，你这是要诬陷贺有章。我红雨虽然贪图富贵，可还没丧心病狂到诬陷别人下大狱的，这事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诬陷别人？你把我想得太坏，又把贺有章想得太好，
这事本来就是贺有章做的，我只不过是制造一个证据，让他认罪伏法罢了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被贺有章袭击的人已经醒了，指认他是凶手。现在就缺一个能坐实的证据。你帮这个忙，不仅能获得50两银子，还能为民除害，这是大功一件。你不想要？那一言为定。今夜子时，在我娘家门口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今晚见。你就是红雨。老爷，我是红雨。留下是为了报墨竹的恩德。回老爷，墨竹姐姐对我恩重如山，我自知理亏，想要报答她。行了，我不知道你为何留在贺家。总之，收起你那些花花肠子。墨竹现在身子不适，还来不及处理你。这毕竟是你们小辈的事，墨竹不发话，我也不好越过他去处理你。你只记得一句，墨竹是我贺家明媒正娶来的媳妇儿，给我贺家养育了2个孩子。就算不要贺有章这个儿子，我也不会不要墨竹这个媳妇儿。你少打那些小算盘。要不是为了那50两银子，你当我稀罕这个只剩空壳的贺家？去那老石子翠柳山庄，把有章给我带回来。他要是不回来，就给我拖回来；他要是敢跑，就把他腿给我敲断。是。伯伯，轻点，我手疼。大哥还没发话呢，你跑什么跑？给我回去！爹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和儿子说一声，儿子好去接你？不孝子，给我跪下！你个不争气的东西啊！想当年送你去州府读书，你信誓旦旦要考取功名回来，结果你不上进，结识一群狐朋狗友，整日挥霍银钱。到了成亲的年纪，你说非墨竹不娶。墨竹家境颇为殷实，原本是看不上咱们贺家的门第，是爹豁着这张老脸替你上门求娶。本以为你娶到意中人能收心读书，没想到你变本加厉，开始棉花素柳。墨竹可有怪罪过你一分。没过2年，你又说你不是读书的料，想趁着年轻学做生意，我也同意了，还让你把院子拿去抵押。可你干了什么？你把手伸到自家院子里，趁墨竹有孕，与家中侍女勾搭成奸。我和你娘是你的生身父母，教养不好你，是我们的问题。可墨竹有什么错？你怎么对得起他？今天我就要教训你这个不孝子，为墨竹出气。来人呐，给我打！爹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不是我的错，是那个贱人勾引我的。求老爷做主，不是我故意勾引少爷，是少爷说墨竹姐姐怀着身子不能伺候，许我做小，我才一时鬼迷了心窍。你的事待会儿再说，打，继续打，别停！莫说，咱好歹夫妻一场，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赔脸。你快跟爹说，你已经原谅我了，快让他住手吧。贺有章，你给我记住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你若再昧着良心做事，墨竹不是我的儿媳，也是我贺家的女儿，而你就别怪我心狠，把你逐出门去。老爷，红雨知错了，求你饶了红雨。红雨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，我已经把包裹收拾好了，我现在就离开贺家。娶你进门做小是不可能的，我儿坏你身子，这10两银子就是给你的赔偿。你现在就离开贺家，从今往后再无瓜葛。我这就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墨竹，是有章不对，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再给他一次机会？往后一段时间我不出门了，就在家好好看着他。若是他不好好经商，不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，不用你说，我大棒将他打出门去。谢爹做主。红雨拎着布包，心情轻快地回到家。你的事儿闹得村里沸沸扬扬，你还有脸高兴？哼，那咋了？瞧见没有，贺家老头子给的10两银子，晚上我还能再收50两。村里人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呗，真金白银的落进口袋才是真的。在意那些，我红雨早去跳河不活了。哥，今晚拿了银子，我给你留一半，你赶紧再去帮我找一个有钱人家。我就不信了，我还给人做不上小了。这次可打听好了，我可不想再找一个贺家那样的空壳子。
示意。合作愉快。等什么呢？拿着这东西，明天一早去县衙敲明远谷吧。哎，县令是我舅舅，用不用我陪你去啊？东家，你救治我爹，不再以我舞弊的名声收留我，还帮谢志进入春心书院，更为我找到整治贺有章的证据，桩桩件件，全是恩德。我谢言没有能力偿还，只有这一条贱命，只要您差遣，我谢言愿以性命相搏。可拉倒吧，我要你性命干啥？如果有事，大家同舟共济，要你一个人上去拼命，我的人缘得多差啊！明儿个一早，你就带着证据下山告状。听鲁奇叔说，贺家老爷子把贺有章打个够呛，就他那样的渣子，就得趁他病要他命，千万别心慈手软。知道了。第二日一早，谢言只身赶往县衙。哎呀，谁这么早啊？让人连口早饭都吃不消停。快，来人，给老爷我把官帽拿来。草民谢言状告翠柳山庄的东家贺有章，他谋财害命，抢夺我爹银两，并将他打成重伤。若不是有高人救治，我爹早已魂归西天。我爹清醒后，只认贺有章是凶手，恳请青天大老爷给草民做主。谢言，你说贺有章是凶手，可有证据？这个木棍沾染血渍，出现在我爹被袭现场，正是凶器。发现我爹的村民可以作证，木棍勾到了一截宝蓝色的丝线。那日草民与贺有章在全通银号碰过面，全通银号的人可以给草民作证，贺有章当日的确穿了一件宝蓝色的衣服。好，去请证人。你们可认得这根木棍？认得。草民那日晚归，发现巷口倒着一个人，他满头满脸都是血，这个棍子就扔在一边。对，我也认得，就是这根棍子。徐大人，我听了半天，这案子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为何要大动干戈把我抬到堂上来？青天大老爷，此事与贺有章有关，草民正是状告他深夜夺财，打伤我爹。嘿嘿，他叫我青天大老爷。贺有章，你是在怀疑本官吗？若是无事，我不会宣你上堂。老实给我趴着，等会儿再说你。好，人证齐全，这根木棍就是伤人凶器。全通银号的人何在？全通银号大堂管事何有人在？10日前，你是否在全通银号见到过贺有章？他当时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？去全通银号干什么？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证言，若有虚假，大刑伺候。草民的确在那日见过贺有章。贺有章2月前以房子做底，在全通银号借银180两，签订契约3年还清。他以2月未还全通银号的银子，原本他应还20余两银子，可那日他只带了6两，还央求宽限一些时日，在3月期满时把欠了3个月的银两一次还清。草民记得很清楚，他穿的是一件宝蓝色的衫子，衣服上绣的花样是州府流行的，平县至今还没有，所以我多看了2眼。可是这件衣服，正是这件。我那日的确穿着这件衣服去了全通银号，可这能证明什么呀？你们可亲眼看见我动手了？不曾。大人，您听到了吧？他们根本就没见过凶徒的长相、穿戴。您不会要把这打人行凶的罪名强挨在我头上吧？再说了，我是个秀才，按照我大越皇朝律法，秀才可以免赋税，可以用奴婢，可以见官不跪。若是官员不作为，收人银钱，栽赃陷害，痛骂官员，也是被允许的。今日我受伤，只能趴在地上与徐大人见面，这可不代表我的脊梁是弯的。您要是胡乱定我的罪，我就是告到州府也要讨回公道。哦，是吗？你个孽子！想当年我在外征战，你娘一人抚养你，十分辛苦。谢伯伯一家待你亲如家人，好吃的好用的都没少你这一份。你怎么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？你枉为人！爹，你到底是我爹还是谢言的爹呀？莫非你是趁着人家男人不在家，和谢言的娘搅在一起，生下了谢言？你个孽子，你说的什么胡话？我说胡话，还是你有失偏颇？
今日公堂之上，谢言诬告我打伤他爹，你只凭一段与我衣服颜色相同的丝线，就断定我是行凶之人？天底下哪有不向着自己儿子的？所以我才说谢言才是你亲生儿子吧。你打呀，你今天打死我正好，省得你处处偏颇，让我寒心。孽子，你个孽子！徐大人，让你见笑了，赶紧判吧。谢言污蔑我，还有这些刁民全都污蔑我，我一个秀才怎能受此大辱？杖毙他们也不为过。哎，贺有章，你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呢。来，检查贺有章的衣物，若你不是行凶之人，木棍上的丝线自然是伪造；若你就是行凶之人，木棍勾下丝线，你的衣服上定有刮痕，人证物证俱全。贺有章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是你们诬陷我的，我没有动手伤人，没有，定是有人潜入我家，拿我的衣服做文章。爹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爹，你是将军的亲卫，你还救过将军的命，你说话一定有用啊。青天大老爷，谢某不才，读过些律法。我爹当日携带50两银子出门，贺有章还不上全通银号的银子，所以盯上我爹。他夺财害命，按照律法，抢银10两，杖责30，入狱5年；抢银50两及以上，杖责100，要在狱中孤独终老，还望青天大老爷明判。谢爷，你放屁！哪有50两银子？根本就没有！你爹身上连10万钱都没有！你想污蔑我？真的是你做的？不是我，我只是胡乱瞎说的，你们相信我？贺有章亲口承认行凶伤人，念他有秀才之名在身，先打上30大板，收押候审，待本官上书州府，革除功名，再行论罪。谢言，你怎么还不死？我怎么没打重点？等老婆死了直接打死才好。给我等着，等我翻身那一日，我定要你死无全尸。贺有章，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待你如亲兄弟，我不懂你对我的恨意从何而来，还趁我不注意在我的衣襟里塞入小抄，让我背负舞弊罪名。你倒是说说，咱们到底有何大仇大怨，让你下此毒手？谢言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人，你就是个伪君子。你小时候那叫对我好，分明是看我家贫寒才给我一些小恩小惠，实际上是在我身上找优越感。后来我爹回来了，咱们上了同一所书院，明明我家境更好，能给同窗东西更多，可他们却前脚拿了我的恩惠，后脚围在你屁股后面转，连夫子也称赞你学问好，凭什么？贺有章满腹才华，凭什么沦为你的陪衬？哼！只要你过得不好，我贺有章就能通体舒畅。你等着，我贺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也只有我一个儿子，定会出面保我。到那时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魔主，爹问你，爹想将贺有章这个忘恩负义之人逐出门去，你愿不愿意将他休了？若真写了休书，我愿意认你做女儿，孩儿都记在你名下。你若是往后遇到知心人，我给你准备嫁妆，风风光光送你出嫁。你要是想归家，我也绝无二话。爹，我愿意做您的女儿，照顾您和娘一辈子。请贺家族老宗亲去祠堂，我今日要开祠堂，在族谱上除去贺有章，收墨竹为义女。老头子，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呀？要是把他除族，咱们可就断后了呀！贺老爷子当即把贺有章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，把贺有章除族，把墨竹的名字记入族谱，墨竹的休书也送去官府备案。贺有章从此与贺家再无关联。爹，快来救救儿子！儿子知道错了，快来救我！墨竹，你快给爹说句好话！老不死的，我是你唯一的儿子，要是不救我，没人给你养老送终。墨竹，你这个奸夫，是不是等着我坐牢，和别人双宿双飞？你做梦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妈的，一天到晚叫个没完，再叫，老子上刑场之前不在乎多带走一条命。
你他妈再不安静点，老子办了你！你们敢？我爹上过战场，给将军挡过剑，只要我爹凭那个交情去求将军，无论我犯了什么事儿，都能饶过。等我出去，我找人进来弄死你们！只能带一炷香啊，别让我们难做。我懂规矩。你们这些杂碎看见了吧？我爹来了，你们系好脖子给我等着！爹呀，你快救我出去吧！这里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。那些野猪不给清郎中，不给吃东西，我牢房里破水，儿子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儿子知道错了，儿子也不是故意去招惹谢伯伯的，我是被鬼迷了心窍。你就帮我和爹说两句好话，救我出去吧。出去以后，我一定给谢伯伯掏钱，我给他当牛做马，我给他养老送终来弥补罪行。再说，我叔刚刚给我生了一个儿子，我还没有好好抱过那个小家伙。娘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。现在想起墨竹了，想起刚出生的孩子了。我告诉你，晚了。我今天之所以来，并不是心疼你，而是要告诉墨竹已经给你写了休书，还送到官府备案。我已把你逐出贺家，族谱上再无你的名字。我收了墨竹为义女，她和她的孩子都上了族谱。从今往后，你是生是死，都和我贺家再无关系。娘，爹是在骗我的，对吧？这是娘最后一次来看你，以后你好好保重身子。说是有机会出狱，一定要好好过日子，不能像从前那样了。不可能，你们只有我一个儿子，没有我，谁给你们养老送终？不可能不要我。爹，你说句话。你们别走，你们回来，你们给我说清楚，我是贺家的长房长孙，我还是秀才，你们凭什么把我出租？好不死的，你们给我回来说清楚，你们不得好死。还说让我们洗干净脖子等着你，等你干什么？等着看你爹你娘把你出族啊？啊！去死吧！敢得罪大哥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大哥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来人，快来人啊！杀人了！一左，有人要越狱。哎，烦死了！大块头又在里面惹事儿。等一会儿吧。新来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没听他刚才说他爹娘老不死的？让大块头去教育教育他，打死就打死了。大块头秋后要问斩，手上多一条人命不多，少一条人命不少，反倒是那个杂碎死清净。别了，打到差不多就进去，真死在牢里又是咱们的过错。给留口气就行。得嘞。爷，你别动手，全是我的错，我给你磕头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还有气，去把大块头弄到新牢房里，再加一道镣铐。是。新伤旧伤加在一起，半夜就发起了高烧。7日后，牢里传来消息，贺有章畏罪自杀。县衙去贺家通知领尸，贺家人早已不知去向。县衙还遇到了衙行领人来看房，无人认领贺有章尸体，狱卒只能用草席卷了，扔去乱葬岗。翠柳山庄因为贺有章的死名声大噪，倒不是出名的人人抢着去游玩，而是人人避之不及。黑风寨山头今天很是热闹，因为是翠兰和山虎成亲的日子。翠兰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在家乖乖等2天，山虎会骑着高头大马去接你的。哟，咋摆这么多桌子，还贴喜子？有人成亲呐？是，我们有人今天成亲，你们好好玩，等会儿叫你们观礼，拿2块糖吃，沾沾喜气。好嘞，大嫂子，等观礼吃席时叫我们给包个红包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请你们吃喜宴，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吃，怎么还好意思让你们包红包啊？就当往常一样，别客气。咋啦？山虎成亲你不高兴啊？我咋会不高兴啊？老六叔，加把劲儿啊！我看你追妻之路漫长啊。哎，我啥时候能成亲抱娃啊？你要是着急成亲抱娃，要不我在山下给你物色一个。涛儿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人家非他不可。他是谁啊？嫂子们，
都别忙了，这一会来人就把我给接走了，还让你们再跑一趟，心里怪过意不去的。这孩子，你快回屋里盖上盖头等着，人生大事怎么能马虎呢？我们来忙就行，你快回屋。你们瞧见没有，赵青山家门口啊还贴了喜字呢。谁生气呢？莫不是翠兰？不是说翠兰干了不正经的营生吗？就算是嫁，也是给哪个大户人家做小，他们还像模像样的贴喜字，娶小不用接亲，也不从大门进，就这还好意思张扬？来了来了，青山兄弟，翠兰。东家，你咋来的这么早啊？大嫂二嫂，这是我们东家，就是收木块的东家。东家，东家，没那么多虚礼，快，大家都进屋，快帮翠兰打扮打扮。再过1个时辰，新郎就该来接人了。沈涛把提来的箱子放下，第1层各式各样的胭脂水粉，第2层是首饰，银钗、银镯、银耳坠，还有10两银子。第3层是一件大红嫁衣，嫁衣布料上乘，绣得花团锦簇。村里人成亲就一件红衣，一个红盖头，他哪儿见过这些呀？东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我穿身上这一件就极好。这嫁衣是我黑风寨出银子买的，你放心穿，下一个成亲的还穿这件，把喜气传承下去。至于这些首饰和胭脂水粉，是山虎自掏腰包专门给你买的。这10两银子是给你哥哥的，是你的聘礼。为了娶你，山虎可是和我预支了半年的银子，你可得好好和他过日子啊。他何德何能，能找到这样好的郎君，不嫌弃他嫁过人，有个孩子。啊，别哭别哭，大喜的日子哭不吉利。这不能拿，我妹子嫁得这么好，我怎么能拿银子？这是山虎的诚意，他觉得你的妹子值得，所以这银子是他的态度，必须要给。莫非你觉得你妹子连10两银子都不值？就翠兰这做派，还有人敢娶？可不是嘛，给人做小，就这还好意思在门上贴红？我要是赵青山，我都要臊死了。你们说的翠兰可是赵青山的妹妹？可不就是那个翠兰吗？咋的，你认识她呀？我看你也到了成婚年纪，莫不是相中翠兰来打听她的？我说你可别打听了，赵青山家今天贴红，翠兰要出嫁，他第一个男人嘛休了，连孩子都不要，那孩子肯定不是他男人的，被休后他就做了不3不4的活计，现在要嫁给夫人做小呢。于山柱，你来干啥？今天是翠兰大喜的日子，你少找不痛快，给我滚！赵青山，你把翠兰给我叫出来，她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孩子是我余家的，她要是敢带着孩子给人做小，我第一个饶不过她。放屁！谁给人做小啊？我们翠兰今天风光大嫁，是给人做正经娘子的。你要是再败坏她的名声，我就去衙门告你。哎，就你给我出来！肯定是你给翠兰牵线搭桥，你他娘的不得好死！青山兄弟，你放开他，让他把话说清楚。哼，你什么你？给你几分颜色，你倒是给我开上染房了。我告诉你，再靠近赵家大门，我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。我告诉你们，翠兰一直在给我做工，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，就是护短。我再听谁在背后嚼舌根，就别怪我上门讨说法。我这人没别的本事，就是打人贼疼。村民吓得噤声，后退2步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也太阔气了，小河村从来没有这么风光的嫁过姑娘，翠兰这是要发达了。哎呀，青山兄弟啊，你妹子成亲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咋没和村里人说呢？我反正也没啥事儿，我帮你忙活忙活。翠兰呐，你要嫁到哪里去啊？你未来的男人有没有兄弟？我家你小妹今年都15了，长得水灵着呢。她以前就喜欢你，这要是你有小叔子，正好把我家你小妹介绍过去。你们以前就在一起玩，这当个妯娌也能互相帮衬不是啊？哎呀，我来扫地。哎呀，我擦擦桌子。哎呀，这扫把是我先拿到的。哎，是我先看到的，给我，给我！走，都给我走！以前背着我们传翠兰的闲话，你当我是聋的听不到了吗？现在看翠兰家的好了，就冲上来想占便宜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当你家翠兰是天仙呐，还给人家当正头娘子，我看呐，就算是正头娘子，嫁的也得是死了女人的老光棍儿，又老又丑，娶了个媳妇儿还带着现成的孩子，都不用生了。山虎叫了声嫂子。好，
好，要是往常，我定要请你进门坐坐。可村里的规矩，迎亲的新郎不入门。你在门口等等，我这就去叫翠兰。等你们3天回门，嫂子再好好招待你。翠兰，嫂子知道你是好孩子，不用嫂子操心。可你就和我妹妹一样，我希望你以后越过越好。要是山虎对你不好，你就回来和你哥说，让你哥给你做主。没事的，嫂子帮你看几天孩子，等你3天回门再抱回去。你们小两口成婚，正是好时候，别让孩子耽误了。你们快走吧，孩子我看着，没事的。嫂子，把孩子给山虎吧，我们山上人多，都能拉扯。你们还有一大家子要照料呢。走，陪着爹一起骑大马，以后当个大将军。说完，山虎抱着孩子爬上马，队伍并未直接出村。8抬大轿抬着翠兰在小河村绕了2圈，村里人羡慕嫉妒的心都快要烧起来了。沈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你们不是爱说闲话吗？我就是要用排场压倒你。以后你们谁家成亲达不到这个效果，想起来都要羡慕嫉妒恨。哎，就喜欢你们赶不上又嫉妒发狂的样子呢。打不打脸，打得响不响？去，你们少给他喝点儿。新婚之夜，良宵苦短，你们把他灌醉了怎么行啊？沈桃笑话风鸣，该懂的不懂，不该懂的全都懂。那没吃过猪肉，总见过猪跑啊。你见的是哪头猪啊？要不介绍我也见见。你个女孩子家的，你不害臊？红爹，你就不能正眼瞧瞧我吗？红爹，你看看我吧。红爹，你看看我吧。冯公子，麻烦你来一趟。老六叔走到门口，脚一绊就摔在这儿了。冯公子，你快把他送回屋吧。难得的休息日，每个人都很珍惜。赵翠兰，你给我出来！赵翠兰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们谁啊？我是程娇娇，是余栓柱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叫赵翠兰那个贱人给我滚出来！不要脸的东西，一边勾搭男人成亲，一边勾搭我男人，他是不是没有男人活不了啊？不要脸的贱蹄子！原本余栓柱想着翠兰被休回家定遭人嫌弃，整日以泪洗面。他稍稍给点甜头，勾勾手指，翠兰就愿意依靠他，和他做一对野鸳鸯。他是万万没想到，翠兰喜气洋洋的嫁了，8人抬的大轿，骑高头骏马迎亲的新郎，还有那一箱箱礼物，都好像巴掌打在他脸上。哎呀，快起来吃饭了！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要耍小孩子脾气？哎，栓柱啊，这咋回事啊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程娇娇。往日她虽然欺负你，但都是小打小闹。为了咱们家着想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没想到她蹬鼻子上脸，奸撒你的脸呢！这要是让街坊邻居看到，知道你被程娇娇压得死死的，那咱们家还怎么做人呢？娘，你烦不烦呀？你别管了，我不吃饭。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，余栓柱，你没良心啊！娘为了抚养你长大，吃了多少的苦呀！整夜的抱着你，哄你睡觉。你现在是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你就嫌弃娘。再过2年呢，我走不动了，你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？自从娶了程娇娇，你就变了。这娘们要涨价，我就由着她。她整日闹，我也由着她。可她竟然挑拨咱们的母子关系，这让我如何能忍呢？程屠户，你给我出来！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了？我就是要问问你爹是怎么教你的，大家伙都过来看看呢。这陈屠户教的好女儿，嫁进我家不久就挑拨我们母子关系，大家都来看看这不孝顺的儿媳妇。我挑拨你们母子关系怎么了？我还打你呢，有本事你还手啊！舅舅，爹，没事儿，有人欺负到你闺女头上了，放心，你闺女能摆平。疯了！你这脸谁给你打的？我程娇娇的男人，只有我能动手，谁要是敢动手打你，看我不弄死他！栓柱啊，这不是娇娇打的你吗？要不是娇娇，还能是谁呀？你倒是说呀！你说了娇娇就不打了，再这么打下去，你就要被打死了！好你个余栓柱，都把赵翠兰休了还去找她！赵翠兰这个不要脸的小蹄子，连我的男人都想勾引，活腻了！
沈桃推开众人走。姑娘家家的，你嘴咋这么埋汰呢？找翠兰干啥？翠兰把你家祖坟了？你放屁！这是我和赵翠兰的事儿，你少插手，快叫赵翠兰出来，否则别怪我砸了你这破地方。哎呦喂，我这山上正等着翻新呢，你要是想砸，动手啊！老六叔，把谢妍叫出来，让他拿上账本，咱砸一个记一个，回头找这位大小姐算账。你砸呀，谢妍，记上10两银子。你疯了！我就砸你一条破凳子，你敢要我10两银子？哎，不瞒您说啊，这凳子呢是竹柳先生做过。竹柳先生是谁啊？平县之光啊！这要是放到外面，说是竹柳先生做过的，文人都要争相购买，10两银子你还买不着呢。敢问这位姑娘，我哪得罪您了？你找上门来骂我？哥哥弟弟们，那个就是不要脸的赵翠兰，你们帮我教训教训她。动手吧。得嘞。打得程家兄弟叫苦不迭。好啊，你们敢动手，我和你们拼！县令大人到。县令大人，求您给民女做主。赵翠兰那个贱人勾引我男人，我来寻她说清楚，没想到山上的刁民竟然动手打人。县令大人，民女冤枉啊！这女人冲上山砸了竹柳先生做过的凳子，我向她索赔，她不但不给，还想动手打人，我们可没动他们1分啊！若是不信，县令大人让他们脱了衣服验伤，隔着后面打肚子，你能找到印记算你厉害。大人，您听见了吗？一条凳子他就要收10两，他这是敲诈！我不仅要告他打人，我还要告他敲诈！啥？竹柳先生做过的凳子他还敢砸？他疯了吧？可不是嘛，文人崇拜竹柳先生，他做过的凳子卖10两都是便宜的。若真是竹柳先生做过的凳子，的确值10两银子，不算敲诈。他骗人！谁能证明这是竹柳先生做过的凳子呀？他胡说的！难道要我把竹柳先生请过来，他亲口承认你才信？徐以德今天是来办正事的，没想到还赶上了有人状告沈腾。原地升堂，原地升堂，原地升堂！恳请大人为民女做主。那本官就在这里临时审案，原告何在？民女程娇娇是原告，状告他们一众人敲诈我，还要告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殴打我的兄弟。大人冤枉啊！他说我敲诈他，我可以请竹柳先生前来作证，说我殴打他的兄弟，也可以请他们脱衣验伤。大人可否容我书信一封，请人送到竹柳先生手里，请他来作证。笔墨伺候，敲诈一事稍后再审，先验伤。本来以为他是苦主，没想到是闹事诬陷，这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何来殴打一说啊？就是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！不可能，我亲眼看到他们殴打我兄弟。我真的挨了打，怎么会一点伤痕都没留下呢？我现在肚子还疼着呢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他们垫着棉垫打的原因。不信大人可以亲自试一下，垫着棉垫打人不会留下痕迹。大人，他们这是狡辩。我身上的确有棉垫，可能是为了防止山上的人寒冷做的护膝。若是信不过，可由我这个女子带上，大人打一拳试试。女子力气小，若是我带着打人都能留下痕迹，那棉垫打人不会留下痕迹一说就不攻自破了。准了。谁愿意让我打一下？我准备好了，你倒是动手啊！你天哪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不是用太大力气了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会疼呢。瞧瞧这姑娘，打人一拳吓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她怎么可能指使人殴打旁人呢？对啊，她一个小姑娘能有多大力气？那男的多半是装的。堂哥，这一拳够力道吧？我这还收了7成功力呢，我要是全力一击，能把你骨头打碎。哎，你们瞧，是不是没留下痕迹？肿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还说没留下痕迹，真是想讹人想疯了吧？原告状告他人殴打一事，纯属子虚乌有。程娇娇，你若是现在不告了，本官从中斡旋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我还要告，他就是敲诈我10两银子。好，现在证人还未到，大家可以先活动活动，等证人到了，咱们再继续。程娇娇混在其中，偷偷向翠兰靠近。翠兰在黑风寨待了这么久，她已经不是从前的赵翠兰，她是赵钮祜禄翠兰。路过程娇娇眼前，她膝盖一软，跌倒在地。你
你推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？翠兰，你怎么了？疼不疼啊？大人还在呢，你就自己动手。你把大人置于何地？我没推他，我根本就没推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陈姑娘，我虽然没见过你，但也知道你是于栓柱后娶的妻子。在娶你之前，于栓柱遵从他娘的话，把没出月子的我休回家，又火速与你定亲。你不让我的孩子留在于家，于栓柱为了迎娶你，就威胁我留下孩子，否则他就把孩子给埋了，然后与你成亲。我能怎么办呢？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就算村民议论我不守妇道，红杏出墙，我也不能任由你们弄死孩子。我痛恨于栓柱坏我名声，又怎么会和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再联系？我另觅良人，于昨日拜堂成亲。于栓柱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，大闹接亲现场，我家人气不过，就将他赶走。我还没追究他闹事呢，你反倒追上门来，说我勾引于栓柱，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们了？你说呀！估摸于栓柱早就和这女人无媒苟合，所以在原配还没出月子时，就迫不及待将她休回家。这娘们儿挺凶啊，连于家的孩子都不让留下。可不是，被休的女人也是可怜啊。村民的唾沫能淹死人，她留下孩子，村民肯定会议论她不守妇道，否则男方怎么会让自家骨血流落在外？原配都忍成这样，这女人还不依不饶，有她搅和，家里终无宁日，谁娶谁倒霉。你们放屁！翠兰，你行啊，这不是大女主崛起的爽文现场吗？走绿茶的路，让绿茶无路可走。娇娇，他们都是不讲理的人，咱们今天吃亏了，要不就别告了，咱们回吧。你瞧瞧大堂哥的脸，都肿得水灵灵的了。我要告，我必须要告！你们没瞧见那两个女人的嚣张嘴脸呢？我要是走了，就是怕了他们。我就不信这些泥腿子真能认识竹柳先生，他不过就是虚张声势。大人，竹柳先生怎么还不来呀？这女人应该不认识竹柳先生，所以故意拖延，还请大人明判，还我清白，惩处油嘴滑舌的奸人。报！竹柳先生到！竹柳先生到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你呀你，一封信就把老夫叫上山了。今日落雨，老夫正无事可做，索性上山来瞧个热闹。徐以德又重新升堂。既然竹柳先生来了，那咱们亲自询问就可。老先生，您是否坐过这张凳子？老夫的确坐过这条凳子，还夹过手嘞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和他是一伙的，你做假证！你是什么人？知道竹柳先生毁了自己的名声，来诬告你？就是，没有铜镜，你总有尿吧？此案已经明了，程娇娇告他人敲诈，大人系子虚乌有，按律应杖责时下，赔偿损失。大人，念在程娇娇初犯，您就宽大处理吧，赔偿银子就算了，罚他们来帮忙干点活就行。好，既然被告不追究，本官也宽大处理，就罚程娇娇和他的兄弟给你们干活，干2天，最脏最累的交给他们就行，若是不服，再罚不迟。哎呀，黑风寨的厕所可真是好久都没掏了，谢谢程娇娇，谢谢了您嘞。既然案子告破，那本官宣布一件事，沈桃、冯明何在？沈桃、冯明听旨。听旨？除了皇帝，还有谁敢用听旨这个词啊？草民沈桃听旨。草民沈桃、冯明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县冯明、沈桃研发屈原礼有功，造福万民，特赏黄金100两，东海夜明珠1颗，钦此。谢圣上隆恩。谢圣上隆恩。好生收着吧，留着传家。娇娇，你不是尚书刺史大人，怎么皇上都下旨了？你们俩真是好运呀！刺史大人将此事上报司农，司农按照图纸制造出屈原梨，
一番成事，果真比职员里好用。他们上书圣上，恳请推及全国，故而圣上才专门写诏书褒奖你二人。不瞒你俩说，圣上还专门表扬我了。你舅舅当了半辈子平县县令，终于在圣上面前露了个脸啊！哎，你俩也别天天玩，再研究点有用的东西出来，造福百姓。县令大人，聚会改天就行。今天寨中实在是有难以言说的活要干，趁着人在，赶紧干完。既然沈姑娘说有正事要干，我就不叨扰了。改天你下山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设宴款待你。不过到时可不止我一人了，山下那些妇人肯定要排着队巴结你。哈哈哈哈，难得见一次竹柳先生，竹柳先生可愿与我一同下山，咱们把酒聊诗词。陈姑娘，怕是你今天走不了了。哼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忘了刚才县令大人可是罚你们干活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日吧。反正县令大人都走了，我不干又能怎么样？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，干就干！什么活？你竟然让我给你们掏茅厕！县令大人可是说了，最脏最累的活都要安排你们干，没毛病啊。这就是最脏最累的，莫非你不想干？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，您快回来啊！程娇娇宁愿挨打赔钱也不想干活。我干还不行吗？程娇娇的兄弟们这会儿没心情安慰她，说好来替她镇场的，没想到让人抓着打了一顿不说，还要干着又累又恶心的活。你们今天就回吧，明早继续来干，自带干粮，我们可不管饭啊！你们一个个的脸我可认清楚了，要是谁明天不来，我就到县衙去叫明远谷，定要让县令大人把你们屁股打开花。你狗仗人势！我就是狗仗人势呢，不服你咬我呀！哎呦，娇娇回来了，娇娇啊，今天怎么样？找到翠兰了吗？翠兰那个小蹄子认错了吗？娇娇，你今天干啥去了？你莫不是掉到茅坑里了？我可不和你聊了哈，再聊两句，我晚上吃的晚饭就要呕出来了。你个满嘴喷粪的，你说谁掉茅坑里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程娇娇才是于栓柱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我要是听见谁在背后说于栓柱和赵翠兰的事儿，我就撕了他的嘴！别一天到晚的瞎传话，有本事都在家看着点自己爷们儿，省得被别人的骚蹄子钻了空子。到时候啊，你们连哭都少不到北。陈娇娇，你骂谁呢？骂的就是你！你再骂一句，臭婊子！我跟你拼了！好啊，他媳妇儿在外面被人欺负，他宁可看着也不帮忙，他和他拼了！于栓柱这一家呀，真是活该。当年娶翠兰进门，翠兰处处依着他，给他们于家当牛做马。于婆子还不满足，看上了程娇娇的嫁妆，挑拨于栓柱把翠兰休了。程娇娇当姑娘时就十里八乡的厉害，现在把于家呀拿捏得服服帖帖。成亲前，陈娇娇就说了不要翠兰的孩子，于栓柱就把孩子送到我家，上我家于栓义过继。还好我有机缘遇到了道行高深的道长，他告诉我呀，我命有金童，说是抱养了别人家的孩子，我的金童就不来了。也多亏了我听了他的话，把孩子给送回去了。这没过多久，我还当真怀上了。你们瞧瞧，我这肚皮尖尖的，和怀前几个完全不一样，这肯定是个小子。这照我说呀，这程娇娇就是一个不吉利的，害得我差点怀不上金童，现在又搅得于家不太平。这以后啊，大家都离得远着点吧，省得闹得一身骚。第二日，小心点，别弄得到处都是。你去那边翻地，把肥都施在地里，别看着肥臭，种出来的蔬菜可水灵着呢。我种半辈子地了，还用你教？都干完了，2天也到了，该放过我们了吧？干完就干完了呗，咋还不走啊？舍不得我们，还想多干2天啊？一眨眼已到7月初，平县距离孟浦县200余里，2个县城明明隔得不远，可孟浦县却因为有码头，比咱们平县富庶很多。近来咱名声响，商人在孟浦县码头卸货后，都愿意到咱这儿来瞧瞧，带点货回去卖，好过走空船。对呀，他咋没想到孟浦县的码头呢？那里每日都有上百条船靠岸，商人闻讯来到平县，肯定要买。他还有个大胆的想法，他要在山脚下盖小商品批发市场，他要把平县所有的好东西、特色全都收罗进批发市场，名声打出去，就会有全国各地的商人到平县进货。
这就是古代版的义乌啊！哎呀，桃儿，你到底要干啥啊？风鸣，你想不想陪我干件大事？哎妈，吓死我了！不就是干大事吗？咱俩也不是第一次干了，说来听听。沈桃一五一十的讲给风鸣，风鸣越听眼睛越亮。你是说咱们要建一个集市，然后搜罗平县所有的好东西来卖，对吧？要是做成了，咱们就成了平县最有名望的人。对，但是起初咱们肯定见不到收益，这事你干不干？干呀！我封家有钱，就是没名望，我也没本事让我封家扬名。要是跟你干了这票，嘿，我孙子说起我来，那都得一脸骄傲。我爷爷是风鸣。进城后，麻烦打听一下，谁家木匠手工活好？我想打点家具。这我真不知道啊，要不你去牙行问问，他们可是包打听，啥事都知道。咱不去找我舅舅吗？是我鲁莽了，咱们还是要先解决产品的事儿，把事情捋出名目了，再找你舅舅不迟。二位是要看房啊，还是买奴仆丫头？店里新挂了几个房子，采光好，占地面积也大。小哥，我不买房子，也不买奴仆丫鬟，就是想和你打听点事儿。咱们平县哪家木工活做得好啊？我初来乍到不知道，想打2样家具，怕被人蒙骗了。您问我就算问对人了，咱们平县大大小小木匠有几十家，其中2家最有名，有人买了房子想打家具，都找我们介绍呢。一户就在平县县城里，城东有个土地庙，你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了。东家姓刘，人称刘大头，他雕花手艺一绝，做的东西富丽堂皇，可有排面了。另一户在广河村，东家姓陈，人称陈木头，主要是他这人吧，就像木头似的不懂变通，做出来的东西呆板没新意。不过他用料扎实，手艺精湛，做出来的东西经用，要不我也不能介绍给你。其他木匠大多都是他俩徒弟，你跟他们打听就行。桃儿，走啊，城东的土地庙离得不远，咱们先去刘大头家看看。刘师傅。李顺。哎，师傅，我刚进去给您打水了，刚从后院水井里提上来的，凉快着呢。您喝一口解解渴。来客人了，接待接待。2位要做些什么？选用什么木料？什么雕花？我之所以来，是想和你们谈个生意，想和你们合作。没看见我们这生意好着呢吗？我们自己还忙不过来，还跟你谈什么生意？你若是打家具就赶紧说，你要是说劳石子生意合作，你们还是赶紧走吧，我们用不着。一般有手艺的人脾气都不怎么好，所以刘大头语气不善，沈桃并不生气，因为手艺就是他们的底气。可这李顺满目虚伪，还如此倨傲，别说还没合作，就算真合作了，他这个搅屎棍也能给搅黄。与其和这么麻烦的人合作，还不如另觅他人。他领着冯明直接出门，去广河村，咱们去见见陈木头。他们要做啥？哎，师傅，他们就是来打听价的。我瞧那公子倒是穿得得体，是个能掏钱的，可那姑娘一身素衣，抠门的紧，一听报价拉着那位公子就走了。李顺啊，最近多亏你了，忠臣运气不好，让滚木砸伤了腿脚，不能帮衬我，还好有你。不过害你和你师傅生了嫌隙，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回头我和账房说一声，等忠臣回来，给你多支2两银子，到时候你好好和你师傅说和说和，他教你本事，就是你的再生父母，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啊。师傅，您现在才是我的师傅，学艺一途永无止境，能跟着您学艺，是我祖上积德行善才换来的，求您让我跟在身边，别赶我走。我的上一个师傅他教给我手艺，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他现在身体硬了，还用不着我照顾。有一天他老了病了，我自然侍奉在他前，绝无二话。我会孝敬他，我也会孝敬您，求您收留。好小子，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。你留下吧，等忠臣回来，你给他搭手。不过别忘了你说的陈木头那边，你可不能辜负。哎，死秃驴，瞧不起谁呢？还想让我给忠臣打下手？哼，若不是想学你的本事，你这地方我一刻钟都不想待。等着，等我学会了自立门户，你们就是个屁。师兄弟们交头接耳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也就是忠臣师兄受伤，师傅只顾雕刻，不爱代客管事儿，否则哪轮得到他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就他那点本事，还不及我呢？可不是嘛，我有回奇呀，瞧见他对着师傅雕刻出的东西在那儿学呢，自己原来的师傅都不要，跑到咱师傅这里献殷勤，明眼人都知道他是来偷师的，偏咱师傅被他灌了迷魂汤，哄得高兴着呢。哎，
这也不怪师傅，我叔婶和师娘的娘家住一个巷子，听说师娘回娘家的路上遭人调戏，正好李顺路过给解了围，咱师傅收他进来就是为了报恩。等大师兄忠诚回来就好了，他就没法耀武扬威了。哎，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他又过来了。陈木头本人很好辨认。做点啥？我能先看看吗？看看吧，想种哪块木头，要做什么，告诉我便是。招呼不周了，以前都是大徒弟招待客人，国家老头啊是个不善言辞的，你们别在意啊。我来去打的木箱。哎，客人，你还少给了200文呢，这只有200文，我们打2个木箱，算上木料和手工，一共要400文。不是你们要讹人是不是？这是我给我妹子送的嫁妆，当时说好了一共400文，先让我们交200文定金，剩余200文取木箱时给。这会儿你们不认账了，还想再讹我200文啊？哎呀，走吧。师傅，您就是太心善了，李顺就是个乞儿，若不是您把他捡回来，他早就饿死在路上了。您养他长大，教他本事，他倒好，嫌弃咱们做的东西面对的是劳苦大众，先赚不了大钱，费尽力气攀上了刘大头。他奔前程就算了，怎么在离开时卷走定金？这都是第3个说给了定金的人了。前2个咱不知道，拉着客人死活不让走，闹了大叫话，客人回孙就宣扬说咱是骗子，要不咱去告李顺吧，咱有理咱怕啥呀？感情刚才在刘大头那儿接待他的李顺是这个陈木头的大徒弟，李顺想赚大钱，所以登了原配师傅，走之前呢还中饱私囊吞了好几个客人的定金，这要放现代都能判刑了。你当我不想告？那些来打家具的大字不认识一个，因为信任咱们，给定金时连个条子都没要。李顺一口咬定没拿钱，咱也没办法呀。还好就几个客人，损失了就损失了吧。哎，师傅，那是定金的事吗？客人到处宣扬，把咱们名声都搞臭了，这几天都没客人了，咱要是不管不理，咱就等着关门吧。名声以后再赚就是，他是我一手拉拔大的孩子，我怎忍心断他后路啊？陈师傅，不瞒您说，我手里有个大单，我今日过来呢，就是想和您探讨合作的事儿。您放心啊，我不是骗子，可以先付给您定金。这笔单子不小，要的也急，您有相熟的木匠也可以拉过来合作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要什么家具？要多少？什么木料？价格几何？几天出货？沈涛没法和陈木头说，因为跳棋、飞行棋、孔明锁之类，说了他也不知道，干脆叫陈木头上黑风斋看看。要是不忙，可以让他们一起跟着。师傅，我们想去。那就跟着吧。你是城外游玩圣地的东家？是啊，你们可以到处看看。刘叔，你带他们玩一玩，不用收银子。他就喜欢带这种没见识的，成就感特别强。兄弟，你做的是何物啊？这叫搓衣板，是专门洗衣服用的。陈师傅，我这里呢，搓衣板订单3000个，跳棋订单3000，孔明锁订单3000，我原给你80%，一个20文，10天出货，你能吃下吗？我还打算在你门上挂个牌儿，就叫木匠联盟，以后我做不过来的木匠活就送到你手上，当地木匠呢可以到你手上领活，不过你要给我把关品质，你看可好？直接把陈木头 CPU 干烧了，哪儿接受过这么高端的理论啊？他脑子转了半晌，因为信息量太大，眼珠子都卡得不会动弹了。好，这么办是极好的，我做不过来的活可以让其他木匠来做。那价格呢？价格怎么定？你可以原价包出去，可既然你负责品质鉴定，出了力，拿几文钱的提成也是可以的。讲白话就是我20文包给你，你可以18文包出去。另外，为了提高出货量，你可以做流水线生产。啥是流水线生产啊？你瞧这个东西，它分成好几个部件，若是一个人做，就要做不同的部件，然后拼凑在一起。可若是每人负责一个相同的部件，越做越顺手，就不用过脑，速度就会快很多。再说这个搓衣板，可以有专人锯木头，专人雕凹槽。懂了，我懂了。您看看，若是觉得合适，我现在就支付1半银子做定金，10日后交货时我付余款。另外啊，你要在你家的院子门口立招牌，还要选个机灵可靠的人替你主持大小事宜。至于是谁呢，你不用着急告诉我，可以偷偷考验他们看看。好，这好。有人吗？您来了，快进来坐吧。还没有吃饭吧？这家里也没啥好饭菜，您别嫌弃，进来吃一口垫垫。还吃什么吃啊？气都气饱了。
您这闺女我可受不了，不是缠乱我一卷丝线，就是勾坏我一块锦帕。今天更离谱，偷偷带着几个绣娘溜出去逛街，差点误了我的正事。再留下去，我的绣房怕是要被他搅黄。神呢，我给您送回来了，你们的银子我也不能退了，留我的东西还不够呢。别呀，东家，我这丫头是野了点，可是人品不坏的，弄坏您的东西，我照价赔偿，你可千万别不要她。这小闺女家的，要是不学点手艺傍身，以后可怎么办呢？爱怎么办怎么办吧，可别给我送来了，我可收不起了。娘，人家都不要我了，你还追什么追呀？哎呀，你呀，别人家的闺女想去学，家里都供不起。我和你爹想办法把你送到绣坊，不就是想让你有手艺傍身，这嫁人后日子能过得轻巧吗？你咋就这么不懂事呢？娘啊，我根本就不喜欢刺绣，您非要我去学。要是学手艺，咱家不是有现成的吗？我从小就看我爹做木匠活，我自己也能做些简单的，还用花银子把我送到别人那里调教吗？还有啊，我不想嫁人，谁说女子非要嫁人的？凭什么嫁到旁人家去吃苦，服侍人家一家老小？我自己爹娘我还照顾不过来呢。哎呀，你这说的什么疯话呀？哎，先进来吃饭吧，等吃完饭我再跟你算账。哇，2、3、4、5、6师兄，你们好厉害呀！好久没见你们，都想你们了啊！我大师兄呢？大师兄去哪儿了？莫不是去送货还没回来？赶紧吃饭。爹，小娘，以后别提大师兄了，他那个叛徒跑了。其他师弟七嘴八舌的骂了起来。宁宁，你干啥去啊？我劈了那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想走，谁拦他了？还偷偷摸摸顺走定金。他要是不把定金还回来，你看我不一斧子劈死他！给我回来！大人的事哪轮到你插手了？坐下吃饭，吃完饭回房反省。还反了你的！别管他，他今年都16了，你在他这个岁数都嫁给我操持一个家了，他倒好，这么大了还耍小孩子脾气。今天去商量的怎么样啊？没商量成也没关系，要不然呢，明日你去做上几个成品，过去早市上卖。咱们的东西啊，用料扎实也经用，我还不信了，还卖不出去。老头子，你咋有这么多银子呀？今天的事情谈成了，这是哪姑娘给的银子？这是72两定金，你好好收着，剩下的一半交货时结清。我嘞乖乖，这是要做啥东西呀？要这么多银子？就这些，每样做2000多个。明儿个我得让徒弟们一早就出去，把三子他们都叫回来帮忙。回头这些银子还要分他们，你可千万别给弄丢了啊！哎，人家让咱们挂个牌子，叫木匠联盟。咱做不过来的活啊，让其他木匠来做。人家还说让咱找个机灵可靠的人做管事。可你瞧咱们这几个徒弟倒是机灵，可他们大字不认识一个，如何能写算管明白事儿哟？爹，我能当管事人。宁宁别闹，你见谁家姑娘抛头露面，你还想不想嫁人了？就是嫁人，不嫁人我就活不了了。咱村那些个嫁过来的姑娘，哪个不是被婆家使唤的脚不沾地，孩子生了一窝又一窝，吴老二婆娘还难产死掉了。我不嫁人，我就要当管事，我还要和你学木匠活。我不信以后我养活不了自己。这番言论放到现代都能气死一波父母，更何况在这个朝代。娘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是这话。不信你就给我找婆家，我要是活着嫁过去，我就不姓陈。我让你犟嘴，你被绣坊赶回来的事我还没说呢，你倒是说这番话要气死我呀！你不嫁人，那等我们死后你也没个后，谁给你养老送终啊？哼，我能不能活到老还是回事儿呢，还养老送终，送个屁的终！师娘别生气，宁宁年纪还小，等大一些就懂事了。宁宁，你也说句软话，师娘身体不好，你别气她。隔天一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爹，我就是要当管事人，我会写字，就算不会算，我也可以学呀。更何况我从小跟着你，您的手艺至少学会了5成，我就是让您看看，我不输那些男人。好，今天我就告诉你的师兄弟们，谁也不能帮衬你，这是我要挂的牌匾，你今天就做这个。你要是做得出来，还让我满意了，我就让你留在家里。若是你自己受不了，就乖乖的给我去绣坊学艺，再也不许闹了。好，爹，咱们一言为定。码头上许多农户挑着蔬菜售卖，沈涛心想，
看来他们平县也得支个摊位吸引商人，以达到往平县引流的效果。哎，不买了，都走吧。这小姑娘咋能这样呢？这位公子没说不买，你拉她干啥？就是啊，公子，你瞧瞧我这香囊，用的是我们攸县特产的药材缝的，放在枕头下面能安眠，不贵，才2两银子，你买一个吧。香囊做工粗糙，药材的碎渣都快从缝隙里冒出来了，就这还2两银子，还好意思说不贵？不发火你当然是傻子啊！大爷，您这儿卖什么吃食啊？有面，热乎乎的吃一碗身上舒服，要来一碗吗？来2碗面。大爷，旁人都出去拉客人，你们怎么不去啊？唉，老了，和年轻人比不了，干不动了。既然你们干不动了，怎么不把摊位租出去呢？我们也想租啊，可码头的摊位租金高着呢，平常人根本租不起，能租起的又嫌这里的活累，赚不到大钱，这一拖就拖到了现在。我们这把老骨头只能干多少算多少了。要是我租呢？您这摊位1年多少银子？哎呀，这都7月了，1年过了1半多，你要真租啊，就给25两。明年你们就要和衙门重新签合约，具体摊位多少钱，还得看他们要什么价。我们都是老实人，也不骗你。20年前我们在这里出摊，衙门1年只收2两，现在是年年涨啊，这都涨到60两1年了。明年具体多少，还得看他们心情。这摊位我们租了，大爷，你去找个识字的人，咱们这就签合同。真的，可说好了，我这位置可不算最好的，25两，你可不兴反悔啊？不反悔，用人市场。酒楼伙计要不要？干过2年，有经验。我是奶娘，有没有小主子要奶娘的？我有把子力气，啥活都能干，选我吧。有20个码头扛包的，1包1文钱，有没有干的？有，我算我一个。20个够了，走吧。抢手的泥瓦匠要会木工活的，有没有？我叫孙大，干了7、8年的泥瓦匠，我不会木工活，但我认识会木工活的，能行吗？行，你算一个，这里的人你熟，你再点2个手艺好的泥瓦匠，跟我到这边来。我的活并不是今天干，今天不干你叫我干什么？走了。你们也走吗？早晚都得干，我留下。这是我弟弟孙二，他和我一样。码头的摊位你们都见过吧？没泥瓦匠的活我也去扛过包，见过。我在那里另了一个摊位，打算在木柱下面砌砖墙，棚顶上瓦片，也就是在不破坏摊位本身的基础上，把里面弄整洁华丽。这是我画的图，你们看看。东家，你这银子可不少花呀，还要打柜子和招牌，少说5、6天，时间不是问题。倒是你绣成这样，能赚得回来吗？赚钱这事另说，我初到孟浦县，处处都不了解。这样，我把这个活全包给你，你去码头看看需要多少砖瓦、木料、工钱，算多少银两，然后去四海客栈找我。我若觉得价钱合适，就全交给你办，我只负责最后的验收。砖瓦、木料这些可以让店家直接找我结银，人工费呢，我先付一半，验收时付另一半，怎么样？哥，答应下来。哦，好，等我算好，去四海客栈找你。到四海客栈找姓沈的姑娘，伙计就会通知我。那我先回了。东家慢走。东家慢走。孙儿，咱就普通干活的人，还得来回跑，这也不划算呢。哎呀，我的哥哥呀，您没看出来吗？那位是个怕麻烦且不差钱的主，咱也不是漫天要价的骗子，人工费里加个跑腿的辛苦钱，他是会给的呀。这买卖咱要是干得好，能顶外面干10来天，这你都想不通啊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，还是你脑子好使？哥，不是我脑子好使，是你干活干呆板了。走，咱去码头看看，那里的摊位大小都一样，咱看一眼就知道要多少砖瓦。最后定下金额，才去四海客栈找沈涛。东家，别了，我们兄弟还是回家吃一口吧。来都来了，我们还能差你一口饭啊？吃啊，我们俩可吃不完这许多，别客气。吃啊，别客气。这是我求卖砖瓦的掌柜给写的，您瞧瞧价钱合适吗？不合适您就说，您人好，还请我们吃饭，工钱我们还能降降。这俩傻小子，他在平县买过砖瓦，盖房子时大批量买的。这俩傻小子给的砖瓦价格和工钱几乎持平，这就说明他们是一点便宜都没占。
因为一顿饭，他们还想着要把工钱压一压。一共13两变340个铜板是吧？这样我满打满算给你们15两，这活给我干明白点。师傅的，我说你们值得就值得，好好干，用油纸把剩下的饭菜包一包，让他们带回去。到了家，咋回得这样晚呢？是不是今天的活累？娘，今天我们接了一个大活，要是干得好，能赚3两呢。那东家人还特别好，请我们去酒楼吃饭，剩菜我们都带回来了。哎，哥，鸡是不是在你怀里揣着呢？快给娘尝一尝。哎，哥，今天真跟做梦一样，我都不敢相信啊，我这个泥腿子还能去酒楼吃一顿。哎呀，东家人可真好，还多给咱们银子，咱们可得好好干。可不是嘛，这样的活要是天天有就好了。不过咱兄弟齐心，肯定能干出名堂。以后哥也带你去酒楼，也带上你嫂子还有弟妹。借个吉言，希望哥早点找到嫂子，也早点给你找个弟妹。2天过去，沈桃坐着马车回了平县。陈木匠搞的是哪一出啊？木匠联盟是啥意思啊？我婆娘跟乔氏关系好，就跟乔氏打听了，说是他们接到了大活，忙不过来，招揽其他木匠到他们家领活干。早上我就来过一趟，亲眼看到隔壁村3子木匠来了，走的时候满面春风，好像是领到活了。3子木匠不是陈木头的徒弟吗？他能领到活正常吧？就是不知道别的木匠能不能领到。既然人家都挂牌了，估计可以。哎，我后悔了，早知道当木匠有这好机遇，我当初就该把我家狗蛋儿送来学木匠。你先别说狗蛋儿了，那个干活的姑娘是陈木头的闺女吧？陈木头不是把她送到平县的绣坊学刺绣了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回来了？还跟着这帮爷们一起干活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陈木头的闺女陈宁和李豆腐家的小英在一家绣坊。小英回来说，绣坊的东家说啥都不要陈宁了，说他根本坐不住，就不是刺绣的苗子。这不，他一回来就和他娘闹开了，大晚上都打起来了，人脑子都打成狗脑子了。陈宁还嚷嚷着就不嫁人，还要当什么管事人，隔壁听得清清楚楚。姑娘家的这么凶，还想骑在男人头上，谁敢娶她呀？这要是放我家，我一天打8遍。也就陈木头和乔氏把她当个宝贝珠子似的。沈桃听得心里不得劲儿，不想嫁人就是该天打雷劈的罪过。老头子，东家来了。您来了。东家，您坐。快给东家倒水。二师兄，他是谁啊？你们好像和他挺熟的。你在平县待过一段时日，肯定听说过城外的游玩圣地吧？他就是那里的东家，咱们家的活也是从他手里接过来的。怎么样，活干的还顺利吗？哎，顺利呢。我把我那几个自立门户的徒弟都叫回来了，他们也带了相熟的朋友过来。张琪，快过来和东家仔细说说，咱们把活都分给谁了？他虽然参与了，可数额那么大，人又那么多，真没记清啊。他磕磕巴巴地说了2个名字，急得直挠头。第一次和东家说正经事就说不明白，东家不会失望吧？陈宁赶紧上前，语言流畅地说起来，来拿货的木匠是谁，分别拿了哪几种，拿了多少，几天交货，说得明明白白的。很好，你很好，你这姑娘是个心中有成算的，你的大小事宜交给她，我很放心。爹，你听到没有？东家刚才都夸我了，要不然你是管事，就让我当吧。你说考验我，让我做个牌子，我没用任何师兄弟帮忙，木头大我扛不动，我就锯成小段拿，字写的不好，雕刻出来不好看，我就去村里找人给我写了，他在上面刻，有困难我都能想办法解决，你就让我当吧。臭小子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我干啥了？就气死师傅了？宁宁，不是爹不想让你当这个管事，一个得操心，一个得厉害着点。咱们进这些木料，少不得跟人打交道讲价，有时候还会争吵，无论你是吵输还是吵赢，你这名声都毁了，哪家还敢上门求娶啊？爹，看你说的，我要是说我不嫁人，你又要生气，连和我娘打我一顿，我就和您明说了，要是因为我当管事就嫌弃我，说明这男人小肚鸡肠，不是良配。若是他不嫌弃我，还能支持我，
这样的男人才能撑起家。所以呀，您就别操心了。好男人自然知道啥样的女人才是最好的。好话赖话全让你说了。这样，爹先让你管1个月，你要是管得好，大家都服你，你就继续管；你要是管得不好，爹就去外面请人来管。我也不强迫你去绣房，但是你得乖乖待在家里，让你娘帮你寻一门好亲事。爹，那咱就说好了，您等着看好吧。桃儿，你不在这2天，可出了大事了。谢岩他，谢岩怎么了？谢岩他小子真是命好啊！连娘给他生了个小丫头，小丫头香香软软的，一生下来揪住谢岩的手指头笑。小丫头长得跟他娘一样漂亮着呢。要是红蝶生个小丫头，保证比连娘的小丫头还好看。她连名儿都给起好了，只可惜啊，红蝶瞅都不想瞅她一眼。就这样熬着，她啥时候能有小丫头啊？老六叔，你是不是羡慕啊？我哪是羡慕，我那是嫉妒。桃儿，你啥时候走到我后面的？快吓死！明人不说暗话，老六叔，你是不是相中郭婶了？对，我就是相中她了，可她鸟都不鸟我。要不我给你支招？桃儿，你说真的？我只能出招帮你，但郭婶接不接受你就另说了。要是她不接受，希望你不要再打扰她，因为死缠烂打真的很讨嫌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女的都喜欢花，漫山遍野的野花你都可以摘来送给她。女的喜欢甜甜的小点心，你下山的时候也可以买来给她吃。郭婶子不是和翠兰走得近吗？你得讨好翠兰，让翠兰帮你说好话。女的喜欢有安全感，若你确定一生一世想和她过，你就把身家交给她规划。若这些都不行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好啊，对，我现在就去采花，放到所有红蝶能看到的地方，让它被花海包围。红蝶，花好看吗？老六叔和沈桃不知所措，好尴尬，谁能想到郭婶子她浪漫过敏啊？老六叔追妻第一步 KO。 一家卖点心的店铺里，掌柜正在大力推销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新口味点心，花生酥，又香又脆，里面还添加了牛乳，有浓浓的奶香味儿，大人孩子都喜欢，便宜卖了啊！老六叔被吸引，想买一些给郭婶子吃。想到沈桃说的，他决意讨好翠兰，让翠兰帮他说好话。老六叔心一横，买了2包点心。一到黑风寨，老六叔就委托珊瑚把2包点心交给翠兰，让翠兰留下1包，另1包送给郭婶子，顺便在郭婶子耳边帮她说2句好话。翠兰有事儿那是真办呢，接到点心就去找郭婶子了。婶儿，尝尝点心，这点心金贵，小凤还小，你拿回去给她吃吧，尝尝，可好吃了。好吃吧，郭婶？这是老六叔买给你的，上次的花也是他摆的，他不知道你闻不得花香，心里愧疚着呢，特意买来点心赔罪。郭婶子，老六叔人挺好的，要不然你再观察观察他。翠兰啊，我去一趟茅房。就离谱，郭婶子不仅对花粉过敏，她还乳糖不耐受，吃了带牛乳的东西会窜稀。点心铺可真是真材实料，说用了牛乳，他是真用啊。他感觉有必要和老六叔谈一谈，人家讨好女人是想要他这个人，老六叔是想要他的命啊。哟，他咋站得这么近呢？听别人蹲茅坑，他有病呢。那我的连环屁他都听见了。哎呦，完了，这下脸都丢光了。红蝶，别，你让我缓缓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换个人祸害吧，我实在是顶不住了。我说这都是误会，你信吗？沈桃远远看到这一幕，脚底抹油赶紧跑。刘婶大山来开会了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乖，不跑他还等老六叔来找他算账啊。
沈桃简要说明，要派遣他们3人前往孟浦县开拓市场。卢婶儿，你先别急着答应，你先和我鲁七叔商量商量，毕竟你们是2口子，你这一走，少说10来天才能回来一趟。这有啥好商量的？寨子里供饭，其他婶子还会帮忙将洗衣物，她每天一堆的事要忙，就算我在寨子里，我俩也见天说不到几句话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各干各自的活。以前我是个农家妇人，依靠着男人过活，啥事都要以他为先。现在我也能赚钱了，也能活得潇洒。我们这叫桃儿，你上次开会说的叫合作共赢。沈姑娘，您来了。掌柜，最近生意可好？托您的福，生意越来越好。不瞒您说，我上次听从你的建议，就差人去楚州宣传点茶。现如今楚州也流行起点茶，茶器都是从我这小店出去的。我也招募了一批女工，女工虽然干不了体力活，但她们更有耐心，学捏陶上手极快。我现在手下有32个女工，有的是丧夫的，有的是被休回家的，也有岁数大难嫁的，有好几个在我工坊里还找到了良配，都成了3对了。这于我来说也是大功一件呢。掌柜，我今天是来和你谈生意的。沈姑娘，您说，您带来的消息每次都让我赚得盆满钵满，只要你有需求，我无有不应。不瞒你说，孟浦县有码头，可是平县一直未能接到力。最近我山头多了很多订单，竟是有商人听闻我这里有稀罕物，主动绕到平县。我索性就在孟浦县码头支个摊位，吸引商户往平县来。我想着能不能从你这里拿到些陶器摆到摊位上，若是有商人相中，就来咱们平县订购。孟浦县的码头四通八达，要是打开销路，您的生意会更上一层楼。好主意呀！我怎么就没想到借孟浦县的码头打开销路啊？沈姑娘，要多少你说，就算把别的订单推一推，我也先紧着您这里来。咱们都是老相熟了，我不要您的定金，等您把东西卖出去，再把银子给我也不迟。啊，不，我要不了许多货，每样拿几个样品就好。若是有商人相中，我会让他们直接来平县找您商谈。哎，不妥，您自己出钱又搭台，反倒把我推上去唱主角，这银子都让我赚了，您还赚啥呀？咱们做生意讲究互惠互利，不如您从我这里订货，赚个中间价。掌柜，您就别替我操心了。商人来平县，他们动一动就要花银子，各行各业忙碌起来，都需要招募人手。平县的人富起来，我的钱袋子自然就鼓了。沈姑娘大义呀！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推辞，我这就准备一些样品，让您带回去。又朝陈木头家兴趣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宁宁，你别冲动，他这个人不要脸，要是你动手打了他，说不定他马上就跑去县衙告你，你可千万别上当。东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师傅，你管他叫东家。刘大头是个技术流，他不爱管事儿，但不代表他傻。说说吧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不知道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啊？我那天途径先去了刘师傅的铺子，我想谈生意谈合作，你叫我赶紧滚，我这才转头到了广河村，找到陈师傅。好，李顺你可真厉害啊，你害得我好苦啊。陈兄，我真不知道他这么狼心狗肺，是我识人不清，害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是我不对。我本以为他离开这里是想去你那里潜心学艺，顾念着这么多年的情分，我也就没追究他拿了定金的事，不想断他后路。可我没想到啊，他到你那里也不消停，把你那里弄得一团糟，是我没教育好他，对不住你呀。陈兄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养他长大，教他本事，是他心术不正，与你何干？我这次绑了他来，就是想听你意见。师傅啊，我真不是诚心拿走定金的，实在是无意之举。后来拜到刘大头门下，我怕您怨我，也不敢回来还这个钱。若陈木头心这么软，留下李顺后患无穷。他若拎不清合作的事儿，他还要重新考虑。爹，我现在才是管事，您同意的，什么事儿都该是我做主，劳烦您今天看着就行。李顺，你这人心术不正，为了往上爬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今日若是饶了你，往后我们的日子定不太平。刘伯伯，不如咱们一起把李顺送上公堂，一告他不孝，判出师门；二告他偷盗，偷拿客户定金，陷我们于不义；三告他买凶，
欲对您的夫人行不轨之事，四告他在您的铺子里胡作非为，欺压同门，干脆忠臣师兄腿断的事儿也一并告了。毕竟忠臣师兄腿断之后，他成了您铺子里的管事人，受益最大。我不信他没有从中作梗，县令大人定能惩处恶人，还我们一个公道。极好，就这么办，咱们一起去。合作可以继续。瞧瞧，陈家这不出了个拎得清的吗？师父，我错了，求您看在往日的情面上饶了我这一回。这要是上了公堂，我一辈子就毁了。反正你们也没受到伤害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了。我往后会娶宁宁，我会对她好，我会给您养老送终。还娶我？就凭你也配？快离那人远点儿，那人是个无情无义的，养他的师傅，他说背叛就背叛。这要是沾上他呀，说不定把你卖了，你还替他数钱呢。就是什么东西？呸！丧心烂肺，无情无义，该打！陈木头、刘大头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今日所受之辱，我铭记心中。他日飞黄腾达，我定要你们加倍偿还。隔日，你那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也就那样，咱们在平县当木匠，也没大院子修，只是做家具讨生活。唉，日子不好过呀。今天让咱们带点自己研究的特色物件，你带的啥？唉，一会儿再说。你还保密？一会儿就要亮出来了。嘿嘿嘿，那感情好，大家一起献丑，省得我不好意思。让大家久等了。也刚到没一会儿，您说叫我们来有急事儿，事关木匠行业的发展，到底是啥事儿啊？相信很多人都不认识我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沈桃，在座的都比我年长，就叫我一声桃儿吧。我搞了一个木匠联盟，孟浦县码头摊位，大家群策群力，把你们拿手的或者心仪的小物件拿出来，咱们共同探讨，看看能不能摆到码头摊位上去售卖。回头接到活儿，各位自行到木匠联盟领活，怎么样？如果这订单涉及到你的独门技艺，你可以揽过去自己做。不过我可以提供一个思路，无关紧要的小部件，你可以放到木匠联盟，包给其他木匠做。各位可听懂了？哎呦，还独门技艺？我们木匠能有啥独门技艺？最厉害的就是里面带点小机关，那算啥独门技艺？拆开一研究就知道咋回事了。可不是嘛，没秘密。既然这样，那大家就别藏桌了，把自己带来的小物件展示一下。咱们举手表决，半数同意的，我们就送到摊位上展示。谁先来？爹，你先来。哎呀，陈木头，你行啊，弄得真不错。对呀，还方便出行携带。这小机关我得学学。见笑了，这本来是给我宁宁打的嫁妆，哎，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，献丑了。急啥？你家宁宁能干，把啥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哎，我家闺女要是有她一半，我都得偷着笑。各位，这首饰盒能拿去卖吗？大家举手表决。好，陈师傅的首饰盒入选，回头定个价位告诉我，先装好放在一边，最好能够做相似的样品，比如给文人装笔墨书信的，也好方便商人挑选。下一位，各位，这次我可要举手同意了。这东西虽然难做，可价格肯定高，我们得让商人知道，我们不只能做小活，精美小巧的摆件咱也能做。我的东西在牛车上，麻烦借2个人帮忙搬下来。这不是后世非常流行的整体木质结构的茶桌吗？各位，我有点激动，今天先散了，我还有事和刘师傅探讨。刘师傅，您这桌子非常非常好，实话实说，若是作为写字作画的桌子，它略微低一点，不太符合咱们大越王朝文人的习惯。这桌子选用的是树根位置，形状比较奇怪，我兴趣来了随手雕刻的，有许多人喜欢。可是尝试做了一下后，又觉得差点意思。我今天就是想拿过来让大家看看，看是否有改进之法。毕竟我花了许多心思，舍不得闲置啊。你可问对人了，他的确低矮无法做书桌，可稍加改动，低矮就不再是他的毛病，反而会成为优点。这样，你在桌面中间打一个方形的凹槽，一个指节的深度，凹槽上嵌入可拆卸的雕花木板，凹槽向下打筷子粗细的孔，让其直通桌下，方便排水。这样呢，它就变成了一个专门喝茶的茶桌。喝茶的人可以席地而坐，也可以打2个同款的小矮机。每次泡茶的沸水，还有冷掉的茶，都可以顺着镂空倒下去。茶
茶水顺着孔流到下面，桌面还是整洁的。我怎么没想到？这水流到下面，满地湿漉漉的，这不是坏了意境吗？做个小小的木桶机在下面，就可以完美解决。买得起这桌子的，谁家还没有2个丫头伺候啊？喝茶的人只顾意境，其他的就交给下人打理。妙，我这就回去改。谢谢沈姑娘提点，简直是画龙点睛之笔啊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感谢倒也不必，要是接了很多商人的单子，还要劳烦您同其他木匠沟通交流。那是自然。话不多说，我今晚就回去改。明日一早，我让徒弟给您送到城外，不敢耽搁孟浦县码头的摊位开张。那就劳烦刘师傅。正好大家还没走，我再说个事儿。咱们木头用的不少，可得想着定期种树。咱们要是把木头用光，子孙后代可就没有依仗了。第一次木匠交流大会圆满结束，遥遥就看到他们的摊位前堵着许多人。原来啊，他们的摊位装的豪横，把周围摊位都比下去了，引来了摊主们的不满。哎呦，都是一起摆摊的，你们把摊位修得这么好，这一对比，我们的摊位看着都不像样了。就是，你一个新来的，不懂先来后到啊，上来就抢我们生意。大家伙跟他讲什么道理啊？把摊位砸了！就是啊，就是。不能砸，你们卖吃食，我们卖物件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凭什么砸？老子管你卖的是啥，砸了再说。我看谁敢砸。哼，我们砸了又怎样？你可算是来了，再不来我就要被这群刁民给吃了。哼，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多年生意，一直相安无事。你一来就把店铺搞得这么漂亮，把人的眼光都吸引走了。你这就是坏了规矩，铁了心不让我们活。我租下这摊位时，码头管事人和我说了规矩，不许到处扔做饭的垃圾，不许哄抬价格，不许破坏摊位。每10日还要派出1人在码头值夜，防止有人破坏摊位。这规矩我是破坏了哪一条？那是码头的规矩，我们开摊子的还有不成文的规矩呢，不能强行抢别人的生意，无论什么方法。那你就是第一个坏了规矩啊！你瞧瞧你，天天花蝴蝶似的，把男客人都抢走了。你穿的好看吸引客人可以，我把铺面打造的好看吸引客人就不行？大家给评评理啊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就是，你个骚娘们天天勾搭客人，勾得我爷们每天就盯着你看，你不要脸！江平是这里的老人了，我也愿意尊敬老人，学习老人。这样吧，大家只要说通他改，我就跟着改，不用你们砸摊子，我自己砸。哟，你听见没？你改了，他也会改。你每天不到处乱勾搭，本本分分的，人家都愿意砸摊子呢。改个屁！老娘穿什么干什么做什么是老娘的事儿，有本事你们也学呀！不服把你们男人都拴在裤腰上，把他眼珠子抠下来，让他别乱瞟，把他手砍下来，让他别乱摸。自己没本事，还怪我生意好？咱们也收拾摊位，把东西都摆好。尾款在今早已经结清，可孙大和孙二并未走，反而一直帮忙清扫，还帮着抬货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东家不用道谢，倒是我们要谢谢您才是。您多给了我们银两，我们愿意留下来帮忙。等一会儿忙完了，我和我哥就去蹲活，若是您有什么重的不好搬的东西，就去找我们。你们这儿有啥吃的？我们这摊位不卖吃食，卖的是平县特产。平县？是了，平县与孟浦县毗邻，我们那里盛产一些小东西。说是你们这会儿不忙啊，我展示给你们看看可好？哦，那就打开看看吧。这是何物？端看造型像是乐器一部分。贵客，您有所不知，这可不是乐器，这个呀叫搓衣板。我大越皇朝的女人们洗衣服，夏季去河边，冬季就在自己家里用手搓。我们东家体恤女子不易，特别制造了搓衣板。这东西啊，在我们平县卖的可好了，拿衣服这么一搓，这有条件的就用皂角蹭一蹭，没条件的呀就撒点草木灰，洗起衣服来省时省力的。我敢保证，这是我们平县特有的，目前别的地方还没有流行开呢。
这搓衣板价格几何呀？您要是单买啊，我就卖您35文钱。若是您要的量大，每要100个，我就给您减1文钱，最低压到25文，如何？可还有别的物件？有，您看看，这是跳棋，这个是孔明锁，这个叫军棋，还有茶器，还有生肖玉雕剑，这个呢是麻将。您要是不忙，就稍等片刻，我把后面整理出来，就给您演示。不用等了，我这里有桌子，这就摆开给您演示。妙极呀！这比围棋更容易上手，而且适合多人玩，是聚会消遣的好东西呀。还有麻将，正好咱们人手够，这要不要尝试一把？我敢保证，这绝对比跳棋还要吸引人呢。哈哈，正好天色还早，那就尝试一番。哎呦，我的亲娘啊，人家打了8饼，你这该碰啊！哦，对，我刚才没看着，多亏你提醒啊。各位爷，天色晚了，要不今天先散了？哎呦，我这手气正好呢，最后一把啊，再打最后一把。几位爷，咱们船只要是没对接到货物，回去就是个跑空船，要不要订点东西带回去卖呀？今儿个太晚了，我们兄弟几个回去商量商量，明儿个一早给你们答复。哎呀，这麻将的确有趣呀，咱们在船上来回跑，无趣的很。要不合伙买一副麻将，跑船的时候也是个消遣呢。行，咱们合伙买一副，问问他们多少钱。这麻将我们卖3两。啥？3两？你们抢钱呐？不瞒您说，这麻将看起来简单，可做起来着实不容易。你想想啊，做这一副麻将，得有人伐木吧，得有人运送木料吧，140多个木块，要挨个打磨、雕刻、上色，成手工匠不眠不休3、4天方能做出一副麻将。我们还要进货，从平县拉过来，还要收运费、摊位费、人工费，杂七杂八加起来，我一副麻将都赚不到你10文钱呢。他们又嘀咕了一阵，凑了3两银子递过来。他们兴致勃勃地带着麻将离开了。咱这就算是开张了，趁这会儿功夫，大家把东西都摆好，明早一来，咱们就正常营业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，咱们收工。孙大孙二一起去我家吃饭，卢婶子手艺好着呢，让她给你们露一手。好，东家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兄弟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，以后要是有事儿，我还找你们。得嘞，峰哥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第2日，哎呦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等久了吧？早上寒凉，喝杯茶暖暖身子。这水流下去了？正是，这下面有孔洞，直接流下去了。哎呦，妙啊！啊，这桌子妙，这茶更妙。掌柜，这茶桌怎么卖？这茶器又怎么卖？茶器我是替别人卖，至于价格几何，回头还得劳烦您到平县跑一趟，挑种类，跟东家讲讲价。至于这茶桌，100两，这价格是不是高了点儿？您几位走南闯北，肯定能看出我这茶桌的好处了。这是整块木头雕刻，用的还是树根的位置，也不是每个树的树根都能做成茶桌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匠人还要根据树根的形状雕刻，打造出不同的意境，千桌千面，绝对不会相同。几位爷，这东西在你们手里一转，就进了高门大户，那可就不止100两了。您说呢？这茶桌我们每个人订2个，至于茶器还有那些小物件，对了，尤其是那个麻将，我们也要订一些。不过您这店面太小，我们想到生产的地方去看一看，亲自下定。正有此意，正好我要返回平县，不如和我一起？嘿嘿，求之不得。这几年我来过孟浦县不下20趟，还从来不知道孟浦县旁边还藏着一个平县，真是不虚此行啊。陈掌柜，这次的货可要尽快给我赶出来，若是赚到银子，下次不用您带，我亲自过来订货。本以为下一波商人遥遥无期，没想到这波商人还没走呢，又有新的商人上门了，而且还是大山在孟浦县找了马车亲自带来的。大奎还没忙完，刘婶又送商人回来了。这下鲁奇也被派出去忙活。孟浦县拢共3个人看店，这总往回跑，那里肯定忙不过来。更何况从孟浦县雇佣马车，这银子不都让孟浦县的人赚去了吗？组建车队势在必行，一方面拉客人往返孟浦县和平县，再一方面等出货了还要再往码头送货，
急匆匆的去找徐德。徐大人，沈姑娘已经等候您多时，你要不要见一见？那是要见的，快让她进来。上茶上茶。大人，好久不见。沈姑娘，你来了怎么不吱声啊？在外面等久了吧？他洋洋洒洒讲了一大堆。你是说你把孟蒲县的商人拉到咱们平县了，而且还在咱们平县订了货？你还想在平县开一个非常大的市场？好啊，太好了！孟蒲县那个冯小眼儿，每次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仗着他们孟蒲县有码头，处处压我一头。哼，现在好了，他们孟蒲县的商人都是咱的了。沈姑娘，只要你能干得起来，你是要地给地，要人给人。哎呀，冯小眼儿，看你下次还怎么扭！沈姑娘，你来找我，到底是有啥需要支持的？当务之急是组建一支运货队，我想借您的名声，号召家里有马、牛、驴车的百姓，趁着农闲时出来拉活，有车厢能拉人的优先。好办，我可以让失业米告示贴出去。这价格如何定啊？在哪里领活？目前有不少货要送到孟蒲县，我在孟蒲县有个大农院，正好可以用来囤货。价格嘛，就按照市场上拉货的价格算，银子我来结。至于拉客人往返孟蒲县和平县的，一来一回得1天的时间，价格就定70文吧。他们直接与商人现结，这事儿一定要和运货队的人说清楚，不能给随意抬高价格，一旦乱收费，会引起商人反感，认为咱们平县坐地起价，后续生意难成。领活的地方我还没想好，容我想想。这有啥好想的？牲畜市场只有寥寥几户，回头我找人在市场前面盖个棚子，每日需求多少辆车，直接在棚子里挂牌展示。要是没货可拉，还可以在牲畜市场那里等着拉客人，一来二往，拉货的都知道去那里寻车。我这儿正好有个10字的衙差，我先给你放那儿盯着，怎么样？都慢着点儿，稳重着点儿啊！已经够慢了，保证不会把货物颠下来。东家，我们来送货啦！行啊，都能来送货了，正好我有事要和你说，也省得再跑一趟。搬货验货交给寨中人就行。你跟我进屋，管事比绣花累，后悔吗？我可不后悔，管事虽然乱，但是我管得开心。绣花呀，我一天得在手上扎10个洞呢，做一整天也不能动，摆闷死了，倒不如现在快活。咱们还没有打开市场，所以品质一定要过关。还有一件事我想和你商量。东家你说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木匠活只会越来越多。上次你也看到了，刘大头的茶桌市场反应很好，订货的商人很多，做那样的茶桌需要成熟老师傅做，这样的话小物件只能靠学徒来做，即便这样也满足不了缺口。你看啊，能不能开一个木匠学堂，利用晚上的时间召集闲暇的村民来学上几个月，就可以上手干些简单的活，比如做搓衣板，你们的压力能减小，也能保证出货量。嗨，我咋没想到啊？昨天还和我爹抱怨人手不够来着。只是吧，一旦让村民来干，肯定有偷奸耍滑的人，到时候产品质量难以保证。这也好办，比如你让村民做搓衣板，先定下标准，回头找个老实可靠的人质检。质检呢，就是检查质量，所有的货品经他手过一遍，合格的就给钱，不合格的就拒收。每个月还要定一个日子，组织村民上山种树。东家您说的对，我心里已经有了质检人选，他是我们村最德高望重的人，而且膝下子孙众多，也不怕有人去他家找茬。六叔，快进来。货已经搬下来了，你们做的可真不错，我找人又查验了一遍，一样次品都没有。那是自然，我一个个过手，定是不能让次品混进来的。13000单，比上次多将近1倍了。搓衣板、孔明锁、跳棋、飞行棋、麻将，加起来一共13000单。等以后商人多了，单笔就能达到13000单。我先回了，得抓紧安排木匠做呢。乖乖，刚做完7000多单，又来了1万多单。爹，东家和我商量了一个事儿，